我是千年老祖，一觉睡醒，老子真被人挖了出来。快挖快挖，挖出老祖，我们就有救了！快快快，敌人马上就要杀过来了！老祖一定要原谅不孝子孙，这是第34次挖您老人家出来御敌，回头一定多给您烧几个道侣下去，开心开心。据柳家族谱记载，这位叫柳凡的老祖乃是体修，专修肉身，江湖人称推土机。曾横飞了一个时代，没想到死后1000年，却被不孝子孙隔三差五挖出来御敌。只因其遗体不仅能防弹、防火、防雷劈，甚至将其丢下去，还能发生毁天灭地的大爆炸。你们快去挡住敌人，我继续挖老祖。族长，你可要快一点，不然我们就去送了。出门的，上次是谁埋的老祖？先人的埋的这么深，挖了半天，棺材板都没看到。哈哈哈！老祖宗挖出来了。棺盖掀开，柳凡遗体栩栩如生，体表刚气流转。老祖，原谅不孝子孙。完了完了，你们这些贼子全完了！柳氏族人速速退让。把老祖宗棺材抬入祠堂，方便随时动用。万万不可！3番4次利用已是大不敬，再不让入土为安，就是不孝子孙。对，老五说的没错。老糊涂了，强敌随时来，留着杀敌利器为何不用？今天早点挖出来，老四就不会死。5长老、6长老沉默愧疚，上次把老祖埋身的就是他们。依大长老之言，暂不入土，棺材搬入祠堂供奉。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每次都拿老祖炸人，实在是不孝，所以我建议，不如将老祖练成战斗傀儡。难道老祖生气了？关中，柳凡睁开了眼，茫然呆滞。系统扫描宿主，符合老祖宗系统门槛，绑定中，绑定完成。不孝子孙挖你的坟，不孝值+1+1+1，子孙丢你灭敌，不得安宁，不孝值+1万。子孙不让你入土，两尸祠堂，无人为你说话，不孝值达到1万1兆。子孙嫌你丢人，要练傀儡，不孝值突破天际。系统激活，复活程序启动，意识复活成功。不孝值耗尽，肉身太强，复活失败。复活了，1000年了，但肉身还是尸体，尸变了吗？提示：宿主仅灵魂意识复活，具无感，肉身仍是唐版状态。柳凡内视，肉身死寂，腐化开始，罡气消散，肉身濒临崩溃，需修炼灵魂，外界可有灵魂之法。插播广告：老祖宗系统专为有特殊贡献的老祖宗打造，意在让老祖宗继续发光发热。自己是体修之祖，贡献巨大。孝敬值，孝敬值族人祭拜产生，作用延续清醒时间，兑换老祖宗咒术，1点等于1分钟。子孙祭拜，孝敬值+1+1+1达到50。想看子孙？提示：孝敬值不足，无法走出棺材。需要多少？只能靠自己了。柳凡视线穿透棺材，祠堂内自己官居正中，神龛牌位写着顾贤老祖体修之祖柳凡之神位。祭老祖宗，上香叩头。柳涛带族人认真祭拜，柳凡看着这一切，意识清醒。祠堂内香火缭绕，供桌上摆着一大坛子酒和一个红烧大猪头。老祖宗，您只好喝好，今个又拿您老人家炸了180人，您老人家受累了。族中几个5、6岁的鼻涕娃紧紧盯着供桌上的大猪头，口水直流。爹爹，娘亲，我要吃祖祖，我要吃祖祖。那是猪，不是祖祖，看好自己的娃，不要在老祖宗面前喊着吃祖祖，那是对祖先的大不敬。爹娘们捂住孩子的嘴，孩子们不服快哭了。爹娘在他们耳边说几句，孩子们眼睛一亮，抽了抽鼻涕，眉开眼笑。柳凡在棺材里无奈，凭血脉感应确认没放错地方。
他见祭拜的族人头顶飞出绿色数字落到神位，系统面板孝敬值同步增加。族长柳涛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50；大长老柳大海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10；二长老柳二海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12；三长老柳三海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13；五长老柳五海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100；六长老柳六海祭拜你，孝敬值加100；族人柳大全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6；族人柳二全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5；族人柳小小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0。柳凡明白绿色数字是孝敬值，数字越多祭拜越真诚。五六长老各100点，超过族长。大二三长老合计不足50，他决定调教这3人，孝敬值为0的，都是盯着大猪头的鼻涕娃。突然，柳凡瞳孔一缩，角落里一个灰衣族人头顶飘出血红色数字-50。灰衣族人20岁出头，祭拜是弯腰90度。柳超不愧是我们柳家当代最杰出的天才，21岁心性出众，对先祖尊敬，修炼天赋更是绝佳。如今已经练骨，只要完成炼金，就能突破最体境。到时候我们柳家就又多了一个愉悦劲武师。还是大长老教导有方啊！你教徒弟的确有一手。谬赞，都是托老祖宗的福啊！大长老说罢，转身向柳凡的神位躬身祭拜，头顶却只飘出一个0点孝敬值。柳凡气急，那族人嘴上托他的福，心里却夸自己徒弟柳超每祭拜一次就飘出-50，系统面板500多，孝敬值只剩250。系统检测，此族人非宿主族人，而是陆氏家族派来的奸细，名叫陆无双，其目的是为了学取宿主家族的体修功法，并配合陆氏家族吞并柳家。柳凡眸光冷冽，杀意浮动，可系统告诉他孝敬值不足，他连动一根手指头都做不到。广告时间，老祖宗咒术是老祖宗系统精心打造的最实用咒术，分老祖宗之爱和老祖宗之怒。老祖宗之爱可使中咒者感受到宿主的爱，例如闻鸡起五咒，可让懒惰族人勤奋修炼；老祖宗之怒可使中咒者感受到宿主的怒，例如赤诚相待咒，可让虚伪说谎者讲出真话，展露真实面目。柳凡心花怒放，立刻意识沟通系统，兑换老祖宗之怒，赤诚相待咒。兑换成功，消费100孝敬值。被施咒者非宿主族人，咒术作用时间仅2个小时，请确认是否施咒。确认，老祖宗之怒，赤诚相待咒。系统白光一闪，祠堂外准备在祭拜的柳超一颤后挺直腰，目光真诚。诸位，请站直了。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们，这么多年了，大家自认为都很了解我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根本不了解我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坦诚相待，开诚布公的谈一谈藏在我身上的一个大秘密。这个秘密我已经隐藏了20多年了。柳氏族人纷纷竖起耳朵，满脸好奇。台阶上的大长老柳大海看着徒弟，眼中满是宠溺。宝贝徒儿，既然是秘密，那就别说了。不，我就要说，你千万别拦我。柳大海还想劝阻，柳超突然眼睛一瞪，噌地拔出腰间长剑。你再拦我，我就跟你急。柳大海吓了一跳，族长柳涛以及其他长老和族人都神色怪异。棺材里的柳凡看着这一幕，暗自啧舌。这个赤诚相待咒有点邪乎啊。柳超清了清嗓子，伸出手指指向在场的所有族人，神色傲然。恕我直言，在座的诸位都是渣渣垃圾。族人们一愣，接着怒火中烧，人群骚动。柳大海赶紧使眼色让柳超闭嘴，却被他当场回怼。老家伙，你急什么急？我跟你说，你其实是个大傻逼啊！柳超盯着呆滞的柳大海，加重语气：我说的是真心话，在我心里，你真的是个大傻逼。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赤诚相待，所以我没有骗你，说的都是大实话。放肆，在老祖宗的神位面前，岂能胡言乱语？什么老祖宗？其实我不叫柳超，我叫陆无双。陆氏家族的嫡传子。20年前，陆家族长杀了难产的柳氏夫妇，把我换过去。柳大海误将我抱养。陆家族长承诺，我学会柳家体修功法，夺得家主之位后，便联手取代柳家。柳氏族人全场呆滞，现场死寂。棺材里的柳凡也被咒术震惊。赤诚相待咒这么强的吗？柳超这是完全放飞自我，毫无隐瞒。我很好奇，这件事如此隐秘，你为何要当众说出？
我说过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赤诚相待，有什么秘密就该大声说出来，难道不是吗？陆无双突然的坦诚反问，让柳涛呆住。他扭头看向几位长老，众人也都很懵逼。孽徒去死！记住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赤诚相待。话音落下，柳超气绝身亡。柳氏族人看着他的尸体，满脸问号。今天这柳超也太诡异了吧，感觉似乎好像变了个人。他到死都在说要赤诚相待，真特么诡异啊！风吹过院子，族人们先抬头望天，再低头看尸体，最后看向祠堂的棺材。莫非是老祖宗显灵了？也许真的是老祖宗显灵了。什么叫也许？就是老祖宗显灵了。没错，定是老祖宗保佑我柳家。族长和众长老连忙叩拜。棺材里的柳凡看得很激动，族人们头顶不断飞出绿色孝敬值，系统面板狂烧。族人柳大全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50；族人柳二全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45；族长柳涛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100；五长老柳五海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200。柳凡心情大好，可当看到大长老、二长老、三长老的孝敬值依旧没有变化，顿时皱起了眉。这3个老家伙真想好好收拾他们。天色渐暗，祠堂外的族人陆续散去，棺材内一片漆黑。柳凡轻点着系统面板上的孝敬值，孝敬值2520，能维持2520分钟清醒时间，也就是1天半，总算不用怕突然沉睡了。柳凡除了睁眼，浑身动弹不得。他再次向系统发问：难道我要一辈子做棺材里的活死人？只要孝敬值足够，宿主就能走出棺材，重现世间。唉，系统所需孝敬值数额未知，只能引导族人多祭拜。夜深后，柳大全两兄弟偷偷溜进祠堂，确认没人后，立马抱起了供桌上的红烧大猪头。老祖宗见谅，娃儿们实在饿得厉害，一直嚷着要吃祖祖，借您的大猪头给娃儿们填填肚子，等娃儿们长大，一定多养几头猪孝敬您。棺材里的柳凡睁开眼，认出了兄弟二人。唉，千年前鼎盛一时，被赐王族称号，坐拥整个天蝎城的柳家，如今竟落魄到让孩子饿肚子的地步。兄弟二人抱着猪头刚出院门，就碰见了五长老柳五海，顿时气氛尴尬不已。五长老，我们拿去吧，拿去吧，娃儿们正在长身体，如果有人问起，就说贡品被猫叼走了。是。站住！拿了老祖宗的东西，不给老祖宗上炷香吗？于是兄弟二人又抱着猪头返回祠堂，给老祖上了一炷香，确定五长老没有其他指示，这才悻悻的离开。丁，孝敬值加50。这个五长老是真的孝敬，不过大半夜跑来祠堂，怕是另有缘由。柳氏兄弟走后，柳无海立马坐在地上放声痛哭。老祖，柳家1年不如1年，立冬将至，粮库没多少米粮，生意也做不了，这个冬天难熬啊！用您的遗体换的银子根本不够用，去年冬天冻死7人，今年不知道又要冻死多少。族人一代不如一代，要不是有您的遗体，柳家早被灭了。今天老四死了，都怪我把您埋得太深，我对不起他啊！哭声在祠堂里回荡。哭着哭着，柳无海似乎想到了什么。老祖，族谱记载您修为惊天，肉体今生不灭。若您在天有灵，求给子孙们一个指示吧。千年过去，曾经的名门望族怎会衰落至此？这个子孙担子太重了，怕是得了重度抑郁症，情况不妙。柳凡心念一动，立刻调出系统，兑换老祖宗之爱，意气风发咒。去，兑换成功，消费100孝敬值。突然，柳无海心神通明，全身充满活力。痛苦自愿是1天，意气风发拼搏也是1天，我何必活得这么累？哈哈哈！肯定是老祖宗显灵了，感谢老祖宗。老五，你别吓我，你可不能疯啊！老六一把年纪了，别毛毛躁躁的。我只是突然想明白了，人活着就该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努力向前看，未来一切皆有可能。柳无海哼着小曲离开了。祠堂里，柳六海呆愣半晌，突然扑倒在柳凡棺材前大哭：“家门不幸啊！老陈死了老四，下午出了20年的奸细，晚上老五又疯了。老祖，咱们柳家是不是气数已尽，要灭族了？”这些子孙太过消极，兑换新咒术，老祖宗之爱，斗志昂扬术。去。
咒术临身，柳六海一颤，一股斗志从灵魂深处蔓延全身，浑身充满力量。对，男人就该雄赳赳气了，为何要沮丧悲观？以前活得太窝囊了。好的，该。大吼一声后，柳六海转身对着棺材连磕了3个响头。感谢老祖宗指示，六海以后一定做个斗志昂扬的领头羊。看着斗志昂扬的柳六海离去，棺材里的柳凡甚是满意。查看系统得知，咒术对族人无实性，除非主动解除。一夜后，一抹朝阳照亮了天蝎城。天蝎城是云州13王城之一，位于天蝎道，资源充足，世家与城外深山的武道宗门瓜分资源。1000年前柳家是这里唯一王族，如今衰落，龟缩在城中黑阶，族人仅剩数百。听说了吗？柳家昨日斩杀灵猴宗和剑王宗等众多高手，头颅挂墙震动黑阶，敌家连夜办理。一大早，张力2大族长带众人来访，名为是好事则探查实力。柳涛只顾挖地，绝口不提昨日之战，神色神秘。柳族长，昨日贵府一战真是惊天动地，不知柳家是如何做到的？全凭老祖在天有灵。老狐狸。没有套出任何消息的2家族长，只能回去后从长计议。刚出院门，就碰见了刘五海和柳六海。只见刘五海梳了个大背头，显得意气风发，而柳六海则身穿铠甲，腰挎狼牙棒，抬头挺胸，斗志昂扬。2位长老真是越活越精神了。人活着就该对未来充满希望。是男人，不服就干。这2个家伙是疯了吗？5长老、6长老，你们没事吧？族长，人活着就该对未来充满希望。我打算按老祖宗当年的规矩，亲自督促族人早中晚1日3次修炼。当年老祖宗建立柳家镰刀军威震4方，今天我要效仿老祖宗，重建镰刀军。2人说罢，一左一右离去。柳涛一脸懵。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另外3个长老走了过来。大长老垂头丧气，2长老低着头，3长老沉默不语。还好，这3个还算正常。3位长老，随我去给老祖宗上炷香吧。另外那几样东西，得找个地方好好藏起来。3位长老神色严肃，就是这几样东西让柳家遭敌围攻，险些灭族。棺材里的柳凡透过板缝的晨光，知道已是复活第2天。祠堂外，年轻人柳东东拿着扫帚，打着哈欠扫着落叶，同时还骂骂咧咧。不就是昨天给老祖宗上香时不小心放了个屁吗？竟然说我不尊敬老祖宗，老祖宗仁慈心善，怎会嫌弃子孙的屁？哼，把我打扫院子，简直欺人太甚。柳东东扫了没一会儿，回头见刚扫过的地方又落满黄叶，院子里的老树正值秋日，风一吹黄叶就纷飞，这景色在他眼中只有烦躁。特么的，靠腰啊！他扔掉扫帚，一脚踢在了老树上，黄叶纷纷落下，很快老树就只剩光秃秃的枝干。老祖宗怎么样？您的子孙聪明吧？哈哈哈！柳东东把落叶扫成一堆，钻进去埋住自己，很快就打起了呼噜，睡个回笼觉，哎，好舒服。棺材里的柳凡满心无语，想起自家子孙的离谱行径，族长麻木，大长老想练他成回脸，柳大权偷猪头，柳东东埋树叶睡觉。对比自己当年3更修炼5更打虎的过往，他不禁叹息。家族衰落不是没有理由的，柳家从上至下简直病入膏肓，我这个老祖宗该如何医治？插播一段广告，老祖宗系统时髦前瞻，为避免老祖宗复活后跟不上时代，特推出正态分布统计法排忧解难，请宿主确认是否对柳氏族人进行统计。确认，这名字一听就高逼格。系统面板闪烁，一行行统计信息浮现。统计对象柳氏家族，统计人数316人，统计方法正态分布统计法，统计结果柳氏族人的悟性、潜力、实力均服从正态分布。柳凡浏览完统计结果，面露思索，族人竟是悟性低、潜力低、实力低的3低现状，短时间全族强大无望。为今之计，先让 2.5% 的优秀族人强大，再由少数带动多数。第一步，少数族人直线式起飞；第二步，第二批螺旋式起飞；第三步，全族纵向式起飞。系统同时满足悟性90分以上、潜力90分以上、逾越近50的族人有几个？经测算，符合该条件的族人5。那满足任意2个条件的呢？经测算，符合悟性90分以上和潜力90分以上的族人，分别是柳东东、刘美美、刘小小。3个也算不错，只是这个埋在树叶里睡觉的柳东东，竟然也是悟性潜力双高。
刘凡想起高挑漂亮的刘美美，又猛然想起昨天喊吃祖祖最凶的鼻涕娃刘小小，顿时无语。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！经测算，符合悟性90分以上的鱼跃境武师分别是柳涛和柳大海，符合潜力90分以上的鱼跃境武师分别是柳二海和柳三海。柳二海爱啃手指甲，柳三海爱闻耳屎。这么猥琐的两人竟是潜力90分以上，难道猥琐掩盖了天才本质？最孝敬我的5长老、6长老反倒不符合条件，真是离谱。这时，祠堂院门咯吱开了，柳涛带着5位长老走进来，柳五海梳着大背头，意气风发；柳六海腰挎狼牙棒，斗志满满；柳涛和柳大海等4人依旧暮气沉沉。柳凡看得直皱眉头。丁，孝敬值加550。柳凡心中惬意，目光落在柳涛和柳大海身上。这2个小孙孙在柳家位高权重，尤其是族长柳涛是家族门面，得尽快提升他们的实力。老祖宗，柳家此次遭逢大难，全是因为此物，它太过重要，无处安放。思来想去，只能放在您老人家身边，还请您见谅。柳涛说完叩首，棺材里的柳凡还在疑惑，可下一秒自己就被搬了出来。老祖大敌当前，又得麻烦您老人家一下。柳凡被重重地砸在地上，只见神秘纹身随护体罡气游走，散发出忽明忽暗的纹络和炽热气息。我的乖乖，族长快来看，这是不是咱们柳家失传的3阳炼体诀？柳涛急忙凑近，其他长老也纷纷围拢，一堆脑袋盯着柳凡背上的纹络。上次用老祖炸人的时候，明明没有这些纹络，怎么今天突然出现了？众长老纷纷摇头。这群子孙昨天拿我炸人，今天又乱摸研究功法，到底想干嘛？难道是我晚年修炼的死后留得功法起作用？不然身上怎么会显现前世的功法？都让开，让我摸摸看。柳涛伸出手摩挲着柳凡的遗体，脸色立马变了。我摸到了3阳炼体诀的行功路线，还有一拳大日的拳法，一阳指指法。咦，这是推土机秘术。什么推土机秘术？族谱记载，老祖宗当年江湖人称推土机，就是将肉身练到极致后，吹动这门秘术，肉身膨胀如金刚，刀剑不入，水火不侵，万夫莫敌。难道真的是死后留得功法的缘故？前世的功法竟然都显现在身上。族长，麻烦让一下，我也要摸摸老祖。柳涛侧身让开，柳六海深吸一口气，将手轻轻放在柳凡身上，随即皱眉。呀，真的有3阳炼体诀和一拳大日，不对，怎么没有一阳指和推土机秘术？怎么可能？你看，这不就是吗？柳六海再次反复摸索，却始终没有任何发现。几位长老，你们也上手摸摸看。众长老都摸了摸老祖，可结果却让所有人目瞪口呆，每个人摸到的功法有多有少，各不相同。奇怪，怎会如此？难道和我们的运气、悟性、资质有关？一定就是这样。看来身上出现的纹络就是我前世的功法，能不能摸到，全看个人悟性和造化。柳涛和柳大海悟性更高，所以摸到的最多。本以为柳家体修传承已断，没想到老祖宗留了后手，此事是家族绝密，绝不能泄露。另外，每隔1天我们就来看一次老祖宗的身体变化，大家把刚才摸到的功法写下来。柳涛话音未落，众人突然愣住，想要回忆功法行功路线时，脑袋里竟一片空白，仿佛记忆被强行抹去。不容于笔，只可自悟，不可他传，这绝对是老祖宗布置的后手。老祖宗不愧是横推天下的推土机，1000年之前就布下如此后手，太可怕了。是啊，护体罡气灭敌，背部显现功法都不是偶然，是老祖宗特意为子孙留的生路。老祖宗，您老人家太强了！众长老齐齐跪地，神色毕恭毕敬，对着柳凡的遗体再次叩拜。孝敬值加300，孝敬值加400，孝敬值加500。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这么优秀，还布了这么多后手，真是造化弄人。不过这绿油油的孝敬值，爽到抽筋啊！柳涛击败完沉吟片刻，而后看向柳凡遗体，他本打算把包裹压在老祖宗身下，现在又觉得不妥，保险起见，还是把包裹放在老祖宗肚子上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同意，甚好，对极。说罢，
柳六还小心翼翼的把老祖宗的身体放回了棺材，柳涛也顺手把包裹放了进去。甚好，没有什么地方比老祖宗肚子上更让人放心了。做你们的老祖宗真是太累了。族长，包裹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们柳家这段时间频繁遭袭，怕是与此物脱不了干系吧？1个月前，柳涛带大长老和数十名柳家高手离族，最后只有2人浑身是血回来，其他人全部战死。这是一直压在众长老心里。今天当着老祖宗的面，还请族长把话说清楚。此事干系重大，少一人知晓，便少一份危险。但你们执意要听，我便说与你们听。棺材里的柳凡竖起耳朵，满心好奇。祠堂里香火缭绕，朝阳的光透过门缝洒在神卫和6人身上。柳涛慢慢讲述，大长老不时补充，众长老听得发愣。柳凡也很震惊。2年前，一艘编号007的神秘非洲从宇宙坠落，落在恶风海，无尽海域的生命禁区。当时恶风海周边尸横遍野，云王朝令监天阁探查，阁主怕死，就招募亡命之徒和奇人异士，还有寿元将近的老祖前往，多数人丧命，少数人九死一生登上非洲万人，带回大量玉简丹药和武器。玉简记载着云州大陆没有的高深功法，武器锋利如神兵，丹药能让老者增寿，白发转黑。1个月后，天外非洲沉没，宝物经一番争夺各有归属。数年内，多个神秘宗门和世家崛起，天蝎岛的武道圣地，天蝎城的3大武道世家都是靠这些宝物发迹的。100年来，无数人想找非洲，却毫无收获。我们实力弱，不能硬碰硬，就在海域边的酒楼设伏，用了毒酒、暗器、毒烟和陷阱，这就是龙门客栈计划。最后我们杀了灵猴宗和剑王宗众人，抢走他们从非洲得来的宝物。没想到消息泄露，引来杀身之祸，一路被追杀到家门口。没想到压在肚子上的包裹，竟然是小孙孙们用性命换来的。刘无海等长老听得心神恍惚。包裹里有3样东西：1张天州外围地图，1件功法，1块玉佩。地图暂时无用，功法上的文字我们看不懂，玉佩也是无用之物。大长老也叹息，众长老都失望摇头。非洲文字的翻译权被各大势力垄断，柳家根本拿不到。那艘天外非洲是否还在海域中？根据观察，海域即将出现剧烈龙卷风，到时候天舟很可能被卷出海域，在天蝎岛海岸搁浅。此言一出，众长老神色一动。来吧，是男人，不服就干，只要能得到天舟宝物，我们柳家何愁不能重现1000年前的荣耀？所以我建议把老祖宗炼制成战斗傀儡，到时候带上老祖宗一起探索非洲，以他护体罡气的威力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无所阻挡。到时候天舟就是我们柳家的后花园。柳大还说完，转身朝着柳凡的棺材鞠躬行礼，头顶飘出700点绿色孝敬值。搞了半天，这老家伙执念练我成傀儡，是为了带出去探索非洲。可我的肉身日渐腐朽，经脉血肉都在变黑，护体罡气随时会消失，哪还能挡得住那些掌握了非洲功法的势力？时代变了，我这1000年老骨头怕是扛不住啊！不错，有老祖宗在，我们就是无解的存在。谁敢挡路，就把老祖宗丢出去，炸得他们怀疑人生。那我们赶紧挑个黄道吉日，把老祖宗炼制成战斗傀儡。几人商量片刻，将日子定在后天。众人再次叩拜后离去。院子枯树下的树叶堆里，柳东东已经醒了。长老们走后，他扒开树叶跑进祠堂，向神位行礼，接着掀开棺材板。嘿嘿，老祖宗，打扰您歇歇了，勿怪勿怪。柳东东伸手从柳凡肚子上拿起包裹。这群子孙太目中无祖了，我是老祖宗还是玩具？能动的话，非得把你们挂成楼晒个3天3夜。柳东东打开包裹，里面有一幅地图、一本功法和一块玉佩。功法上的字他看不懂，一脸茫然。玉佩散发黑气，他急忙放回，最后看向地图。这可是非洲外围地图，肯定很值钱。柳东东悟性和潜力都超过90分，记忆力过目不忘，片刻就把地图记了七七八八，随后把3样东西包好放回柳凡肚子上。老祖宗，您躺好喽，小心别闪着腰。他合上棺材板，又折返回来上香叩拜，这才离去。丁，孝敬值加60。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，既然如此，就让你感受下老祖宗的爱。柳凡意念一动，兑换咒术。老祖宗之爱，闻鸡起5咒，去
这小子天赋再好也架不住来，不逼他勤奋修炼，何时能变强？柳东东刚跨出祠堂，身子陡然一颤，呼吸急促，浑身颤抖。这股浓烈的爱从脚底板窜遍全身，渗进每一个细胞，这是老祖宗的爱。柳东东嚎啕大哭，祠堂远处赶路的柳涛和5位长老听到哭声，立马停住了脚步。这是谁在哭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等他们赶到时，祠堂门口已经围满了人，现场好不热闹。族长，不知道东东哥怎么了，哭得特别伤心。柳东东依旧在嚎啕大哭。柳涛见状，立马问道：东东，你受什么委屈了？说出来，我给你做主。我没有受委屈，我只是忽然悔悟了。悔悟了？悔悟什么？其他长老和族人觉得怪异，有人笑柳东东是柳家的蛀虫，好吃懒做，偷鸡摸狗，祭祖时还放屁，有辱家风，没人信他会悔悟。柳东东也会悔悟，怕不是又在耍什么花招吧？这次我是真心悔悟了，想我们柳家1000年前何等荣耀，是天蝎城1等1的王族，可如今蜷缩在混乱黑阶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却只是玩乐，不知分忧。我父母早亡，是族长将我养大，身无机海，族长未曾亏待我，可我毫无长进，何以面对族长？今天我柳东东当着老祖宗的神位发誓，从今天起努力修炼，摒除一切恶习，每天闻鸡起舞，为柳氏家族的强大而奋斗。话音刚落，远处鸡笼里公鸡咯咯打鸣，柳东东身子一颤，蹭地从地上弹起。闻鸡起舞，为家族强大而奋斗。他当场挥舞拳脚，左右腾挪，练起了拳，动作标准且专注。淬体拳第1式，淬体拳第2式，淬体拳第3式。棺材里的柳帆恍惚，淬体18式是他当年所创，认真修炼能打下扎实武道基础。柳东东瞬间进入修炼佳境。没想到东东说修炼就修炼，这份资质出乎我的意料。大长老和其他长老眼睛一亮，面露赞许，周围的族人议论纷纷，满脸诧异。散了，都散了，不要打扰他。东东能幡然醒悟，是我们柳家的福气，希望大家都向他学习，为家族强大而奋斗。将来，柳涛的话还没说完，柳东东身上突然爆发出剧烈气浪。天哪，他突破到炼蛊了！众人都看了过去，满脸诧异。柳东东气势暴涨，和之前判若两人。人群里，族长柳涛的女儿刘妹妹缓步走来，她是柳家年轻一代修为最高的，她3年练皮，5年练骨，现在在炼金，是柳家公认的天才。难道他这是顿悟了？良久，柳东东气息逐渐稳定，但气势变强。我说过要为柳家的强大而奋斗，从今天开始，闻鸡起舞。族人们惊呆了，柳涛与长老们对视一眼，纷纷笑了笑。好得很，东东有此决心，值得表扬提倡。我们应该。公鸡再次打鸣，柳东东又是一颤，挣脱柳涛的手，直接穿到了房顶。闻鸡起舞，为家族的强大而奋斗。他又一次修炼起来，一套淬体18式练完，虚弱的摇摇欲坠。太拼了，这也太刻苦了吧！好了，东东，休息下吧，修炼要张弛有度。我们大长老话没说完，公鸡第3次打鸣。闻鸡起舞，为家族的强大而奋斗。柳东东继续练拳，摔倒后仍爬起，族人动容。柳涛和长老震惊疑惑，刘妹妹则是看着鸡叫的地方。柳东东练完累倒，柳涛扶他喝水。刘妹妹脚下一笑：闻鸡起舞吗？试试看。闻鸡起舞，为家族的强大而奋斗。柳东东踉跄着再次摆出修炼姿势，族人们顿时慌了。族长，快劝劝他吧，这么修炼下去会没命的。来人，抬他下去休息。看来公鸡的打鸣声真的是控制柳东东的机关。刘妹妹眼睛一动，瞬间原地消失，然后偷偷在柳东东的院子门口放了一只大公鸡。祠堂棺材内，柳凡全程目睹柳东东中咒后的蜕变，惊叹不已。广告时间，老祖宗系统性价比超高，专为老祖宗类宿主打造，可使用子孙孝敬的所有物品。经扫描，宿主身边有3样子孙孝敬物品，天舟外围地图暂对宿主无用。第8套广播体操功法，经系统翻译解析为灵魂类功法，宿主可选择是否修炼。至于这个黑色月牙玉佩，燃有鬼物气息，可兑换鬼怪之推演功法。太好了，正愁找不到灵魂类功法，确认修炼。系统面板闪烁，第8套广播体操功法的详细信息浮现。
系统，给我提升第8套广播体操功法至第7层。瞬间，大量功法法门和经验涌入柳凡意识，他瞬间领悟并修炼成功，灵魂涌现气流，识海浮现7颗北斗七星。人的灵魂识海，竟如此神奇。柳凡灵魂壮大，感知力暴涨，能看清肉身的血络和筋脉，用意念沟通，肉身立刻有回应。我能感知到自己的肉身了。柳凡立马运转三阳炼体诀，刹那间，天地灵气钻入体内，在灵气滋补下，打通了经脉，气血也瞬间通畅，新生组织替换腐败部分，实现了肉身重生。身体虽还不能动，但只要能修炼，就不是毫无意义的躺板板。一边躺板板，一边变强，总有一天，我推土机定会重现江湖，再掀血雨腥风。柳凡意念一动，查看简介版个人信息。黑色玉佩为何会沾染鬼物气息？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鬼？1000年前我横推天下时，从未听过鬼怪传闻，难道1000年后世界变了？确认兑换鬼怪值。鬼怪值300，可消耗推演指定功法秘籍。玉佩已进化，作用凝神静心，防走火入魔。柳凡思索片刻，决定推演第8套广播体操。鬼怪值不足啊，那就推演主修功法三阳炼体诀。三阳炼体诀推演成功，升级为4阳炼体诀，宿主肉身强度翻倍，力量翻倍，体内仿佛有4个太阳，5境威力翻倍，护体罡气颜色加深，威力翻倍。柳凡肉身滚烫，四肢关节浮现4个像小太阳的能量漩涡，流转着5境之力。可惜还是动不了，1000年腐朽太过严重，5脏6腑都有尸臭，想要真正血肉重生，任重道远啊！忽然，柳凡左手中指又酥又痒，接着微微一颤，左手中指在动。柳凡立马调动全部灵气，冲击左手中指穴位，左手中指再次一颤。最多3天，左手中指就能完全复苏。中指对男人而言可是至关重要的。柳凡运用7星宗师灵魂的力量，意念扩散覆盖方圆100米，能看清周围一切。祠堂院子墙壁上蜘蛛结网，柳大全带着刘小小在瓦缸偷吃猪耳朵，柳东东盯着公鸡喘气，刘美美在台阶嗑瓜子，柳二还啃指甲，柳三还捧着儿时。这时，柳五海和柳六海并肩走来，给老祖宗请安。小径直加600，小径直加600。这2个子孙着实不错，每天早中晚3次祭拜，4次真诚。柳凡想到其他子孙就来气，柳涛早晨敷衍祭拜就走，柳大海忙着准备炼制的。柳二海和柳三海谎称打辅助，实则一个啃指甲，一个闻儿时，其他族人压根不进祠堂。躺尸的老祖宗不能显灵，和死尸有何区别？必须善用老祖宗之怒与爱，再用宗师威压让族人敬畏。就在这时，柳涛也走了进来，把老祖宗从坟墓挖出来晾在祠堂，得好好祭拜才安心。而且他身上藏着家族传承，得看好了，再选合适的族人来领悟。族长，能不能再打开棺材？我们还想摸摸老祖宗。现在不行，族人太多，容易泄露。等晚上今夜子时，叫上3位长老，我们一起摸。好，就今夜子时来摸。柳涛上前祭拜，头顶飘出500点孝敬值。柳涛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500。柳涛是族长，实力和管理能力都得跟上，才能带柳家变强。柳凡在系统咒术库中挑选，最终锁定2个选项。老谋深算咒能让人筹划周密，老奸巨猾咒能让人老于世故，手段狠辣。柳家4面受敌，更需要老狐狸般的族长。老祖宗之爱，老奸巨猾咒去。柳涛身子一颤，紧接着放声大笑。老夫有一计，可使柳家称霸混乱黑街。天色渐暗，天蝎城灯火亮起，只见高台上围满了人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柳家族长千金柳美美比武招亲了，无门派家族限制，无户口要求，无年龄限制，不要房也不要马车，只要你武功高够强，哪怕70岁老大爷都能做柳家乘龙快婿。消息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愣了一下，随即开始议论纷纷。刘美美可是混乱黑街第1美人，天蝎城家人榜第5，身材一级棒。比武招亲居然不限制年龄，天蝎城最不缺老不休的老家伙。柳家是疯了吗？一家酒馆内，一群老头子兴奋不已。柳家那女娃可是极品尤物，嘿嘿，老头子我有福气了。老张你都80了，娶了也只能干瞪眼，不如让给我。老王我当年是玉面郎君，今年67，腿好腰好，何该由我享用？旁边的年轻人气得干瞪眼，却没人敢质疑老头子背景武功强，让人胆寒。
柳家这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啊！招了这些老江湖做女婿，怕是没好果子吃。北界外都王府门口，灰衣武者出入，把密信递给阁楼白衣守卫。阁楼内，少府主眉头紧皱，盯着密信，突然手指一颤，密信随风飘散。拿笔墨来。白衣守卫端来笔墨纸砚，少府主反复书写又撕毁，最后干脆不写了，开始心生追忆，脸上露出浅笑。半年前天相似，我导演英雄救美，却被他识破甩了一巴掌。小老虎似的眼神，小辣椒般泼辣，倒像结了去世多年的姐姐。这妮子罢了，我亲自去一趟。少府主从阁楼纵身跃下，几个痞落消失在夜色中。白衣守卫捡起纸团，疾步去了正厅。正厅油灯下，都王府主人坐着，看纸团自己皱眉。去查查这个柳家。遵命，府主。祠堂内，众长老都在。柳涛一直笑眯眯。棺材里的柳凡多次看向柳涛，心里诧异老奸巨猾这威力惊人。突然，刘妹妹冲了进来，跪在柳涛面前。爹，我不想比武招亲，你快收回决定。胡闹！家族大事，岂能容你任性？柳涛吩咐主人关押刘妹妹，并严加看守。族人们震动，5位长老沉默。为了柳家强大，真能牺牲亲生女儿吗？还是他另有图谋？这中了咒的柳涛，智商竟让我都跟不上。柳凡话音未落，自己又被搬了出来。来吧，一个个上手，摸老祖宗。柳涛的笑容甚是诡异，众长老心里发怵，面面相觑。我先来。大长老伸手抚摸柳凡的背部，良久后收手后退，脸上满是狂喜。我感悟到全套3阳炼体诀的行功之法了，勤加修炼，突破逾越境指日可待。众长老摸完老祖后，立马原地闭眼感悟功法，脸上或喜或凝重。柳涛触摸时间最短，但收获最大，既感悟了全套的3阳炼体诀，又领悟了1阳指。东东，你进来。柳东东走了进来，长老们一惊，之前根本没察觉到门外有人。他的藏匿之法是柳家锦族长会的秘术。东东天资很不错，而且非常勤奋，我打算好好栽培他。难道柳涛准备要培养下任族长继承人了？如此高瞻远瞩，一点也不像他往日的风格。东东见过族长，向各位长老请安。这是淬体境大圆满。柳东东一笑，放开自身修为，已是淬体境大圆满。淬体3境是5道3道开，就连刘美美都没这么快，你怎么做到的？闻鸡起舞咒果然厉害，硬生生把懒学生变成了优等生。东东天资过人，今天就让他也近距离摸摸老祖宗，说不定我们柳家很快就会出一位天骄榜高手。同意，此举大善，理应如此。柳东东很是激动。几个时辰前，柳涛就私下暗示要培养他，偷偷给了族里唯一的淬体丹助他突破，甚至还承诺让他感悟老祖宗传承。上手摸吧，慢一点，动作要轻，用心记忆，好好珍惜这次机会。柳东东看着柳凡后背的纹路，护体罡气窜动，演变出各类功法行功路线，他立马闭眼捕捉。这是3阳炼体诀，一拳大日，一阳指。他的悟性潜力皆在90分以上，一上手便摸出3种功法，却并未停下。族谱说老祖宗掌握诸多至强战技和秘术，我要摸出更厉害的。柳东东凭手指感知，脸上时而微笑，时而疑惑。东东练5年限短，不知能感悟多少。我当年的功法样样精品，还有不少抢来的正宗绝学，这小子能摸出什么？1刻钟后，柳东东突然身子一颤，随后睁开了眼。东东，此次收获如何？老祖宗所学浩瀚，简直神人在世，让东东大开眼界。哦！惊讶过后，众人连忙上前祭拜柳凡，随后把柳凡放回了棺材里面。东东，快说说你究竟领悟了哪些功法？我领悟了3阳炼体诀，一阳指，一拳大日。恭喜族长，帮柳家挖掘出了一个天才。柳涛笑容满面，柳东东躬身。众长老离去后，柳涛脸上立马露出狡黠笑容。东东，老实交代，你还领悟了什么功法？族长慧眼如炬，什么都瞒不过您。我还领悟了一门战技，名叫9重劲，能叠加力道，最高可达9倍之力。柳涛闻言眼睛瞪圆，满脸震惊。他竟然领悟了9重劲，这可是我当年的成名绝学，威力极强，搭配推土机秘术，当真神挡杀神。这门战技你一定要勤加修炼，早日突破逾越境。族谱记载，他是老祖宗灭了9重门抢来的。如今天蝎岛深处有个9重圣地，不知两者是否有关联？
你要慎用，谨用。若是被人看到，务必不留活口，全部做掉。哪怕对方是漂亮女人，也绝不能心慈手软。是，弟子谨记族长教诲。千年前我灭九重门时杀得鸡犬不留，难道还有漏网之鱼？九重境练到极致，能演变移山排海的掌法，除了我无人能挡。若是真有后人，可就麻烦了。柳涛在祠堂给柳东东开小灶，讲解武道要点，柳东东一点就通，还能举一反三。柳涛看他的眼神越发喜爱。族长，小姐的屋子里有人进去了。是谁？都王府的少府主卓天佑。鱼儿上钩了。族长，卓天佑素来风流，经常出入烟花之地，我怕他毁了美美的清白。你喜欢美美？族长说笑了，她是我堂姐，我只是担心她。你担心的有道理，那就去盯着美美，保护好她。好，我一定保护好美美。年轻人有前途。柳东东刚到门口，又听到柳涛的声音。忘了告诉你，美美其实是你表姐。我一定保护好表姐。其实美美是你的亲姐姐。傻小子，等你爱过、痛过、伤过，心境合格了，就是晋级于越境的时候了。柳涛这招太险了，成则柳家出天骄，败则柳东东彻底坠入深渊。东东哥，美美姐和谁在房间里呀？他们看起来好欢乐呀。那是个骗子，大坏蛋！现在在骗你美美姐，等会儿就来抢你的猪尾巴。柳东东仰头盯着2楼2道人影，恨得牙痒痒，于是用力咳嗽。2楼笑声戛然而止，然后灯也熄灭了。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关灯？爹爹和娘亲睡觉的时候就会关灯。想不想吃猪耳朵？可是长老说吃祖祖是对老祖宗的大不敬。这是猪耳朵，不是祖祖。你拿去问问美美姐吃不吃，她不吃就归你了。那如果美美姐要吃，我是不是就没得吃了？别问那么多，快去！刘小小拿起猪耳朵跑向阁楼，路过拐角间4周没人，偷偷在猪耳朵上吐了口水。这是柳东东吐的口水。美美姐，东东哥让我给你送猪耳朵吃，但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他偷偷在上面吐了口水。不信你看，还湿着呢，好恶心啊！很快，刘二全就抓来了一只大公鸡。公鸡斜眼看着柳涛，公鸡，你别看，阿米个豆腐忙来帮。若不是美美泄露秘密，真不敢相信鸡鸣能控制他修炼。老祖，难道真的是您显灵了？不然你以为呢？自从把老祖放在祠堂后，柳家就怪事不断。柳超突然自曝坦诚，随后柳武还改头换面，柳六还组建镰刀军，柳东东脱胎换骨。还好我是正常的。说完，柳涛心思重重的给柳凡上了一炷香，那模样要多虔诚有多虔诚。老祖，我打算今夜闭关修炼，我卡在于越境3年了，求您保佑我顺利破关，晋级化龙境。柳涛吩咐好族人后，便捏着白色玉佩钻进了密室。丁，柳涛祭拜了你，小静直加800。小孙孙如此孝敬，老祖自然要疼你。老祖宗之爱，老奸巨华术。赞，老祖宗之爱，一帆风顺术。去。密室中，柳涛盘膝而坐。1年前他突破走火入魔，留下阴影。如今柳家处于关键期，而且天外飞舟极有可能搁浅，他势必突破成为武宗。柳家要称霸混乱黑阶，不能没有武宗。柳涛刚要运转3阳炼体诀，身上突感清凉，一股自信弥漫全身。怎么回事？这股自信从哪儿来？他不再犹豫，运转功法冲击瓶颈。只见砰的一声脆响，瓶颈瞬间被打破，一股气质从他身上爆发。难道这就是宗师境？我突破了，连一个大周天都没跑完，怎么会这么顺利？柳涛抬手一掌劈出，掌印瞬间轰出，密室墙壁震动不已。只见掌印下方布满裂缝，真的突破到化龙境了，而且是武宗大圆满。阿米个豆腐，我们柳家终于也有大武宗了。突破后的柳涛立马回到祠堂，他始终认为这一切都是老祖在暗中帮助。子孙柳涛感谢老祖庇佑。丁，柳涛又祭拜了你，小静直加3000。总算没白疼这个小孙孙。
柳凡散去一帆风顺术，给柳涛继续加持老间距华术，咒术生效，柳涛露出狐狸般笑容。哎，闭关才半个时辰就出来了，怕又是突破失败了。柳涛脸色苍白，摇摇欲坠，让众人担心不已。族长，你这是突破失败了。哎，老了，不行了，这辈子怕是都突破不了鱼跃境了。族长，都怪那只突然出现的大公鸡，非但没能救出美美，还没守着族长，反而闻鸡起舞了一晚上。族长刚受伤，先喝点鸡汤补补。鸡汤香味顿时弥漫整个祠堂，柳小小的视线从未离开过鸡汤。鸡汤里漂浮着大红冠鸡头，柳涛看着眼熟，正是他私藏的那只。我可怜的大红冠公鸡，此得其所。来人，把鸡大腿端上来，献给老祖宗。族人端来2只鸡大腿，放在柳凡的神位面前。丁，柳东东给你吃大鸡腿，孝敬值加500。这小子为了破解闻鸡起舞咒，把族里所有公鸡都杀光了，太狠了。大长老挥手让族人散去，支走柳东东，关上祠堂大门，只剩几位长老和柳涛。柳涛，你太冲动了，鱼跃境突破化龙境哪有那么容易？整个混乱黑阶几10个势力，也就只有区3个武宗而已。大长老说的没错，貔貅修炼本就艰难，何况是化龙境这个关键关卡。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。柳涛不装了，大武宗气息骤然释放，威压逼得柳大海几人连连后退。武宗，而且是大武宗，你没受伤，而是突破成功了，这气息也太强了。柳大海、柳五海、柳六海激动围上前，仔细感应后满脸不可思议。没错，就是大武宗，而且比一般的大武宗还要强得多。涛，你是怎么突破的？全凭老祖在天之灵保佑。柳大海蹙眉不屑，其他长老也面露疑色。今天老祖宗特别灵验，你们要不试试，没突破的感觉也不会受伤。柳涛故意再次外放大武宗气息，让长老们羡慕不已。好，那就试试。几人连忙击败老祖，柳五海和柳六海跪地，模样虔诚，而柳大海、柳二海、柳三海只是微微颔首，动作随意。丁，柳五海击败了你，孝敬值加1000；柳六海击败了你，孝敬值加1000；柳大海、柳二海、柳三海击败了你，孝敬值300。这3个家伙根本不把我这个老祖宗放在眼里。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，想突破就得诚心祭拜，心诚则灵。老祖在天有灵，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柳大海3人没当回事，祭拜完便进入密室闭关。柳五海、柳六海诚心孝敬，各赐一条一帆风顺术。柳大海他们敷衍了事，就给老祖宗之怒心烦意乱术，得给他们点苦头吃。密室中，柳五海和柳六海盘腿而坐，两人都是鱼跃境巅峰，卡在瓶颈多年，念词求老祖宗保佑，激动气息难平。两人先后突破成为武宗，虽然未达大武宗，但却激动万分。感谢老祖保佑，老祖我爱你，就像老鼠吃大米。突破后的2人立马回到了祠堂，柳涛感受到武宗气息，甚是欣慰。感谢老祖在天显灵。丁，柳涛击败了你，孝敬值加1000；柳五海击败了你，孝敬值加2000；柳六海击败了你，孝敬值加2000。一下子进账5000孝敬值，这波很肥。这时，柳大海、柳二海、柳三海归来，垂头丧气，很明显是突破失败了。你们竟然突破了？怎么可能？你们怎么突破的？我们就在密室调整气息，然后突然就突破了。没错，就是突然突破的，跟喝水一般简单。老祖宗，您老人家也太偏心了吧？祠堂里，柳涛看着柳大海3人，无奈摇头。不要怪老祖宗偏心，你们祭拜时有没有用心，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柳大海3人张了张嘴，却无从辩解。说起来，我刚才突破时心烦意乱的厉害，我也是，根本静不下心。哼！柳凡释放7星灵魂威压，祠堂变得肃穆。柳涛察觉变化，不再嬉皮笑脸。柳五海、柳六海立马跪地不起。柳大海看着柳凡神位，心生惶恐。老祖宗在上，请原谅不孝子孙。柳二海、柳三海连忙跟上，3人头顶各飘出300的孝敬值。哼，
现在才来孝敬，迟了，本老祖不吃马后炮。祭拜完毕，柳大海三人犹豫着没有离去。我们开个会，既然祭拜老祖宗有助于突破，不如把族人们都叫来沾沾灵气，借着族人祭拜的机会，再诚心尝试突破一次。不行，老祖宗是柳家的宝，必须好好保护。消息泄露，我们承担不起后果。老五说的对，天大地大，没有老祖宗大。如此维护老祖宗，果然是老祖的好孙孙。哼！柳大海、柳二海、柳三海立马反对，他们想突破成为武宗，在天蝎道，武宗是能横着走的一流高手。你们就是犟驴，族里很多人卡在淬体境和鱼跃境多年，只要他们突破了，柳家整体实力就能上一个台阶，称霸混乱黑阶轻而易举。柳大海转身对着柳凡神位鞠躬。只要我们强大有钱了，就能给老祖宗烧最贵的纸钱，上最棒的香，让您在那边吃香的喝辣的，还能多娶几个姨太太。柳五海、柳六海愣住了，竟不知如何辩驳。柳大海的话句句都像是在为老祖宗着想。还请族长决断。柳涛也犹豫了，脑海中浮现族谱记载，老祖宗当年有7个女人，感情之路坎坷无比，有的移情别恋，有的闭关练功，有的是误会一场。老祖宗也是男人，自然有需求，或许真该让他在那边不寂寞。召集所有卡在瓶颈的族人，让他们祭拜老祖宗，尝试突破。其他族人不必惊动，每人只有1次机会，能否得到眷顾全看老祖宗意愿。另外，给每个人发1颗药丸，就说是我们新研制的破镜丹，绝不能泄露老祖宗的秘密。柳大海三人顿时笑了。这次一定用心祭拜，老祖宗可不能再偏心了。第二天，祠堂门口聚集了100多个卡在瓶颈的族人，大家议论，不知族长召集用意。人群中，柳东东心急如焚，还在担心被昨天又带走的刘美美。族长，美美她无需关心美美，她会回来的。今天早晨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柳涛轻喝2声，族人看向他。柳大海等5位长老在他身边，这阵仗让族人们心头一紧。今天召集大家，是因为我们新研发了破镜丹，能极大几率帮助大家突破5道瓶颈。话音落下，族人哗然激动。我卡在鱼跃境10多年，本已放弃突破，妻子难产去世后，心境不圆满。如今有了破镜丹，就能变得更强，保护家人，让他们不用再心惊胆战。这批丹药珍贵，源自老祖宗在天之灵的启示。服用前，大家排好队，逐个祭拜老祖宗，再领取丹药当场吞服，不得私藏，药效深长。回家后再运功突破即可。切记，祭拜一定要走心用情，万万不可敷衍。老祖宗在天有灵看着呢，谁不用心，突破失败可别后悔。族人们心中一凛，排好队伍，挨个上前祭拜。丁，孝敬值加200，孝敬值加150，孝敬值加210，孝敬值正在飞速增长。复活这么久，今天最开心，孝敬值流水哗哗涨，一会儿就破1000了。轮到柳二泉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在祠堂前10步的地方扑通跪地。子孙柳二泉给老祖宗磕头了。是。啪的一声，他脑袋撞在地板上，抬头时额头已红肿一片。族人倒吸一口冷气。柳二泉，你悠着点，别把自己磕死了。柳二泉不理会，一步一磕来到神位前，他额头流血，但目光却异常坚毅。柳二泉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1500。单比1500孝敬值，这个子孙太拼了，一个人顶10个，这么孝敬，配得上老祖宗最深沉的爱。老祖宗之爱，果然大巫术。去！柳二泉吞下破镜丹，身子一颤，一股威压从他身上喷涌而出，整个祠堂都在晃动，族人们惶恐后退。大武宗，恭喜你答对了，这就是大武宗的气息啊！柳大海等人眼睛发直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平时不起眼的柳二泉，现在也成大武宗了。柳二泉竟当场突破，连闭关都不需要，肯定是老祖宗显灵了。老祖宗在天有灵，只要用心孝敬，就能得到赏赐。柳二泉磕得头破血流，才一步登天，成为大武宗。未来柳家想要发展，必须得抱紧老祖宗大腿。柳二泉激动的说不出话，闭眼感受着体内充盈的力量。大家要向柳二泉学习，用心祭拜老祖宗，
才能顺利突破，甚至出现奇迹。没想到族人们会错了意，死死盯着桌上的破镜丹，满眼热切。他们觉得柳二泉是靠破镜丹突破的，祭拜只是顺带。小径值加10，小径值加5，小径值加13。提示：小径值正在逐步减少。这个柳涛有毒啊！老奸巨猾术白瞎了。这些子孙一个个火急火燎敷衍祭拜，磕完头就抢破镜丹，等着一步登天。老祖宗之怒，噩梦连连数。去，给这些懒子孙一个教训，让他们做1个月噩梦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本老祖也是有脾气的。祠堂祭拜仪式结束，柳东东得到柳涛暗示，模仿柳二泉用脸蹭地，从祠堂外爬到柳凡神位前，献上超大额孝敬值。丁，柳东东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1500。这小子够拼，老祖宗的爱不能少，老祖宗之爱豁然大悟术。去。咒术生效，柳东东从淬体境圆满突破为逾越境武师，成为柳家年轻一代第一人，族人们惊叹。天蝎岛天骄榜前10也该有我们柳家的位置了。每常提起天骄榜的高手，女孩子嘛都喜欢长得帅、肌肉多、武功高的男人。卓天佑，就是你了。柳东东离去，要给卓天佑下战帖。柳无海脸色一变，想上前阻拦。族长，昨天又是天骄榜前3，剑术源自神秘天舟，东东会吃亏的。让他去，昨天又有天舟剑术，东东有老祖宗的战绩，不一定会输。族人们散去回家闭关，柳大海等3人模仿柳二泉，一路磕头到神位前，满脸血迹。柳桃心惊，柳无海、柳六海直咽唾沫，柳二泉自愧不如。3人就这样敬礼望着神位等老祖显灵。柳大海祭拜了你，小径值加100。柳二海祭拜了你，小径值加100。柳三海祭拜了你，小径值加100。哼，表面功夫做足，心里根本没敬畏。老祖宗之怒，有惊无险术，去让你们突破险象连连，吓个半死。片刻后，3人忽然脸色一喜。族长，我们去闭关了，哈哈。大长老他们终于开窍了，知道敬畏老祖宗。破镜丹只是幌子，真正能突破的是老祖宗显灵。死了1000年还能显灵，老祖宗真这么牛批吗？二泉，你现在是第7位长老，有资格接触柳家的体修传承了。体修传承不是早就断绝了吗？柳涛、柳无海、柳六海同时笑了，指着柳凡的棺材说道：“只要有老祖宗在，体修传承就不会断绝。”3人拉着柳二泉向柳凡神位躬身行礼。老祖宗，新晋长老柳二泉，今天要摸您老人家了，请原谅子孙们。棺材盖被打开，柳凡急忙闭眼装死，4人围上前，近距离瞻仰遗体。每次看老祖宗皮肤保养的这么好，都觉得他不曾死去。乖孙孙，说对了，老祖我活着呢，再过1天左手中指就复苏了。老祖宗是体修老祖，肉身金刚不坏，皮肤好才正常。别闲聊了，快把老祖搬出来，看看传承纹络有没有变化。柳凡被搬了出来，只见身体上的神秘纹络随护体罡气游走。柳二泉第一次见很吃惊，一眼看出不下10种体修功法。快让我上手摸摸老祖宗！柳涛侧身让开，柳二泉将手贴在柳凡背上闭眼感应，半晌后他松开手，兴奋的手舞足蹈。好爽，好爽啊！我摸到了3阳炼体诀、一阳指、一拳大日，还有推土机秘术。柳无海和柳六海羡慕不已，眼巴巴地看着柳涛。族长，我们也想再摸摸老祖宗，虽然摸过好几次，但现在突破到了5宗，说不定能多摸出1种功法或战绩。摸吧。2人大喜，上手触摸柳凡。子孙贡献了不少孝敬值，摸摸也无妨。2人收手，满足窃喜。柳涛羡慕也摸了一把，面露潮红，随后收手。快把老祖宗放回去！4人安置好柳凡，合上棺材盖，又跪地祭拜。丁，孝敬值加3000。只要有孝敬值，天天被摸也乐意。柳东东走出柳家大门，踏入混乱黑街，这里很热闹，武林人士摩肩接踵，常有人打斗，黑街无秩序，充斥杀戮。柳东东路过红香阁，阁中女子招手抛媚眼：“小狗狗，来呀，快后啊！”柳东东不为所动的离去。他来到混乱黑街主街道天蝎街，抬手敲着天骄，鼓声如雷，传遍混乱黑街，立马引来不少武林人士。戴黑面具的街道大将军军无双率黑色骑兵赶来。何人在敲天骄鼓？在下混乱黑街柳东东。敲鼓所为何事？为挑战天骄榜第3，卓天佑。武林人士眼冒金光，
打量着柳东东，只见他怀抱双臂，嘴角上扬，一副很欠抽的样子。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资格挑战了。体修，他是体修，只有体修才敢用肉身硬抗兵器。原来你是混乱黑阶落魄柳家的人，失敬了，后生可畏。希望你能再现先祖推土机的荣耀，你有资格挑战卓天佑。俊无双一挥手，令牌丢给亲卫，亲卫骑马飞奔，一路高喊天交战，卓天佑接战，喊声从天蝎街传向都王府。你怎么生病了？看大夫不管用吗？我带你去我家老祖宗很灵验，族人生病拜一拜就好了。刘美美的话术是柳涛教的，让他跟卓天佑回都王府，等他生病就以祭拜老祖宗为由带他回柳家。按柳家规矩，卓天佑祭拜后就算入赘，卓天佑拒绝了。都王府大夫赶来递上风寒丹，他吞下后风寒好转大半。美美你好傻，但也好可爱，第一次听说祭拜老祖宗能治病。好，有空我就跟你回柳家一趟。小督主大人召见，是混乱黑阶柳家的柳东东，敲响天骄鼓，指名道姓要挑战您。那个啥，你要带我逛街吗？我在大门口等你哈。昨天又来到都王府正厅，院子里2排越剑武师持刀架而立，都主背负双手看着墙上。这场比武你必须接下，还要赢得漂亮。孩儿明白。昨天又转身离去，大厅内室，一名女人走出，望着他的背影叹息。天佑知道我们的事了吗？他还是不肯认我这个干娘，甚至还想娶我。哎，这孩子，你就在屋里待着吧，我去看看那场挑战。都王抬步离去，门口白衣武士被叫，刀剑相随。天蝎接住接到，俊无双清空场地，画出挑战区。柳东东闭眼盘坐，昨天有白衣北界，刘美美相伴而来。柳东东眼睛变了，昨天又瞥了眼刘美美，再看向柳东东，嘴角带笑。出招吧！哼！柳东东挥拳上前，拳带杀气。昨天又立马一掌迎上，两人贴身快打，一呼吸交手10多招。昨天又被打的手腕和拳掌发麻。肉伯，你不行！万万没想到，天骄榜第3的卓天佑，肉伯居然落了下风。一天没见，柳东东竟成了武师，甚至还能和卓天佑抗衡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一顶轿子前来，白衣护卫持刀剑相随。是都王，没想到他会亲自前来。天佑最厉害的是天舟传下的超凡剑术，只要亮剑，柳家小子必败。嘿！昨天又久攻不下，心生不妙，拔剑直去柳东东咽喉。一阳指，老祖宗，您在天有灵，保佑子孙放大招。祠堂棺材里，柳凡正睡得迷糊，突然感应到柳东东的呼唤。这小子在跟情敌决战，还关乎天骄榜名次，打赢了柳家也沾光。老祖宗之爱，超常发挥咒，去！咒术生效，柳东东指尖爆出强光，柳东东急速冲去，先戳断卓天佑宝剑，再戳穿其肩膀。卓天佑惊骇后退，看向柳东东，满是惊恐。这一指若戳向眉心，我只怕是要当场见太奶。多谢柳少侠手下留情，我败了。承让了。刚才那指头为何会发光？跟平日里修炼的一阳指完全不同，简直像神魔之指。挑战区外，众人欢呼。柳东东面露喜色，向江湖客拱手行礼，接受瞩目，街道震动。很不错，柳东东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第2代推土机崛起的希望。远处轿子里，都主脸色铁青，他盯着柳东东刚才出指的方向。这一指太像传说中的一阳指了，难道柳家还藏着体修传承？你伤得这么重，要不要跟我去拜拜我们柳家的老祖宗？我们家老祖宗可灵验了，族人生病拜一拜就好了。你家老祖宗是止血散还是金创药？刘美美翻了个白眼，不理会大夫。我去请示一下父亲。去吧去吧，多看看柳家，用心看看。父亲是让我趁机调查柳家。走，去你家。刘美美笑了，远处的柳东东面带冷笑。手下败将，还敢泡我的妞？看来那一指头没戳疼你。画面一转，柳家祠堂大院，柳大海3人出关，面露心有余悸。柳涛见3人气息大增，已突破化龙境5宗，模样却很是狼狈。人什么情况？祭拜完老祖宗后，突破的感觉很强，可一闭关就气血逆行，差点走火入魔。好不容易挺过去，可是打通5宗经脉时又后继无力，差点力竭而亡。
最后突破成功，还差点跌落境界。柳二海、柳三海连连点头，两人的突破过程与柳大海如出一辙。不应该呀，这也太一波三折了。你们祭拜的那么认真，怎么还这么惊险？对呀，老祖在天有灵，突破就像喝水般简单。谁知道呢？也许是老祖宗偏心。这3个白眼狼简直良心喂了苦，要不是本老祖赐你们有惊无险中，你们早就走火入魔了。突然，敲锣打鼓声传入大院，伴随着喊声：“恭贺柳家族人柳东东摘获天蝎榜第3。”柳东东这个小孙孙终于开始发光了。柳东东真的打败卓天佑了，快去迎接我们的功臣！柳涛和几位长老对视了一眼，立马冲出了院子。院外，一群人走来，领头的正是君无双。只见他背着一面锦旗，上面绣着天蝎城标志大蝎子，蝎子背上柳东东双手抱胸，是骑大蝎子图样。哈哈，东东也能骑大蝎子了！族人们纷纷欢呼，骑大蝎子锦旗绝非寻常，需得到城主府官方认可。只有天骄榜前3的年轻俊杰才有资格获得，预示着柳东东未来有凌驾天蝎城的潜力。目前整个天蝎城100万人口，仅有10人获此锦旗，恭喜柳东东，恭喜柳氏家族。君无双的目光扫过柳涛、柳大海等7人后惊住了。补够5宗气息，还有2人深不可测，柳家藏的可真深，这般实力堪比名门望族，距离顶尖世家也只差一线。此事必须立马禀报城主，他们我局混乱黑街，怕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不得不防。君无双匆匆交付锦旗，带着黑骑士们快速离去。我看君无双刚才眼珠乱转，肯定发现了我们的实力。他是城主心腹，必定会禀报上去。城主猜忌心重，定然会调查柳家。今夜就发动突袭，扫平混乱黑街，一统各路地头蛇势力。好，如今我们有2位大武宗和5位武宗，再加上闭关突破的族人，一统黑街易如反掌。希望每每能把卓天佑带来，这样我们就有护身符了。不多时，柳东东回到柳家，柳大海为他披红缎，戴大红花，柳涛为他沏茶。你从老祖宗身上摸到不少好处，我早预料你能与卓天佑一战，却没想到赢这么漂亮。族长，我能赢多亏了老祖宗。比50，我使出一阳指，指尖突然发光发热，直接戳到了卓天佑的剑，戳伤了他的肩膀。啊！柳大海3人却满脸不屑，他们也修炼一阳指，从没有过这般威力。柳东东刚晋升于越境，怎么可能做到？你运转一阳指时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吗？我就心里默念老祖宗，求他保佑，肯定是老祖宗显灵了。柳涛、柳海、柳六海对视一眼，纷纷点头认同，当即朝着祠堂方向跪下。看来我们的老祖宗越来越灵验了。柳大海3兄弟摇头，他们突破时波折多，险些丧命，觉得老祖宗肯定不灵，否则不会不保佑他们。柳东东不争辩，行礼后去祠堂祭拜老祖宗。东东真是个孝敬的孩子。柳涛拿出混乱黑街地图，与长老们商议今晚突袭计划。下午，柳妹妹带卓天佑归来，身边跟了个老仆。老仆见到柳涛和柳二全尸，眼中闪过金光。2个大武宗，柳家果然不简单，难怪督主让我暗中调查。老仆捅了捅卓天佑，递过眼神，卓天佑心中一凛，面露笑容。诸王府卓天佑，见过柳家各位前辈，听美美说柳家老祖宗很灵验，晚辈偶感风寒，比武又受了伤，想拜拜老祖宗，求他保佑早日康复。贤侄客气了。幸好美美把卓天佑骗来了，今晚的行动便万无一失。柳涛拉着卓天佑的手招待他吃饭，酒宴后，柳涛拉着他逛混乱黑街，有说有笑。要祭拜我们老祖宗，得自个儿买纸买香，这样才显诚意。老仆一路相随，频频同卓天佑提醒，卓天佑笑着应付。江湖客们见此甚是诧异。柳家与都王府为何这般亲近？屋顶，君无双留下的黑衣骑士手一抖，放飞信鸽传讯。柳家称霸混乱黑街的时机成熟了。天色傍晚，柳涛带着卓天佑来到祠堂，所有族人齐聚，门口还摆了酒宴。只是祭拜老祖宗，没必要弄这么大阵仗吧？贤侄有所不知，族人们听说贤侄要来祭拜老祖，纷纷自愿过来观礼。柳家近半数族人都是逾越境武师，一个落魄家族，怎会有这般礼遇？卓天佑与老仆对视一眼，我们柳家的老祖宗
和别人的不一样，金贵着呢。的确，我听父亲说，1000年前柳家老祖宗横推天下无敌手，江湖人称推土鸡，他是不朽的武林神话，武道的里程碑。你家老祖虽现不在江湖，江湖却处处是他的传说。我恨的是不能与这样的大人物同生一个时代，这是我被修武之人的悲哀。柳氏族人们满脸自豪，柳大海悄悄拉过刘美美，低声下令：美美，今天一定要把昨天诱骗来柳家道插门。他身份尊贵，都王府号令半个天蝎城，他成了上门女婿，就是半个柳家人，老祖宗也会开心的。为了老祖宗，为了柳家，你必须做出牺牲。刘美美看了一眼卓天佑，然后回头说道：我愿意为柳家做出牺牲。柳大海一笑，而旁边的柳东东气得心中暗骂：柳家这么多女孩子，为什么一定要牺牲我的美美？酒宴完毕，祭拜老祖宗的仪式正式开始。卓天佑看向柳涛，柳涛却向刘美美递了个眼色：跟我来，我带你祭拜老祖宗。等一下，我总感觉这里不对劲，小心有诈。祠堂里摆着棺材，透着几分鬼气。老婆走上前，对着棺材发问：棺材里躺着的，当真是你们柳家的老祖宗吗？哼，自然是我家老祖，你居然敢质疑老祖宗的尊荣，岂容外人随意窥探？柳涛等人脸色骤了，老婆挡在祠堂门口，寸步不让。督主早有交代，柳家最诡异的就是这祠堂和棺材，必须查清楚。我们少督主身份尊贵，万一棺材里藏着刺客杀手，伤了他谁来负责？今日必须查验。柳大海等人纷纷看向柳涛，柳涛忽然笑了：既然如此，便打开棺材给你看看吧。柳涛背手比出杀的手势，柳大海等人心中一凛。老奸巨猾，皱眉白家，柳涛这小子的确有枭雄的潜力。棺材盖打开，老婆没有急着靠近，确认安全后才上前。这老家伙是个老江湖啊，或许能留在柳家效力。老仆看向棺材中的柳凡遗体，吓了一跳，身上大武宗气息一闪而逝。确认柳凡无生命波动后，他长舒一口气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柳家老祖宗啊，肉身千年不朽，不愧是体修之祖。柳凡身上竟有银白色护体罡气游走，武功极境，真能生出护体罡气。师尊白发老魔找了一辈子都没成，这里竟有活生生的例子。这老东西知道的太多了，必须做掉。哼！老祖宗之怒，卖主求龙咒去。咒术临身，老仆身子一颤，然后抬头看向柳涛。涛兄，柳家还缺打手吗？大武宗级别的高级打手。柳涛愣住，连忙摆手让柳二拳终止行动。只要涛兄出得起价，5万两银子或强大功法都行，包年包月分期付款，童叟无欺，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涛兄倒是给个准话呀！你这是背叛都王府，可是死罪。嘿，别说的那么难听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修武之人本就是逆天夺命，为自己而活。莫非是老祖宗显灵了，暗示我留着他当刀子用？此事我应了，但你得表诚意，今晚跟我们一起行动杀人。接，没的问题，杀人是我的爱好。对了，我还知道都王府宝物藏在哪里，涛兄有没有兴趣一起取了它？这老家伙绝对是被老祖宗显灵影响了心智。卖主求荣咒虽给力，可万一有人出价更高，这老东西会不会把柳家也卖？柳涛掏出一粒药丸，递到赵老三眼前。这是7日断肠散，是我们老祖宗当年研制的毒药，每过7天需服一次解药，否则立刻见太奶。没问题，我吃。还有吗？涛兄看来还是不信任我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，我赵老三都接下了。柳涛目光一闪，又掏出一颗药丸，7日夺命丹。嘿嘿，再来几颗，不吃个10颗8颗，涛兄肯定不放心我。柳涛拿出多种毒药和一只蛊虫，赵老三全部吃下。见柳涛仍不放心，他拿起纸笔写下一张投名状。我赵老三于某日加入都王府，那天夜黑风高，见这酒劲给督主戴了绿帽，督主之妻欧阳月儿甚好，那夜故事美丽，细节就不说了。最终她怀孕，生下了卓天佑。赵老哥，我相信你了。
好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当初加入都王府，一是为照顾老婆孩子，二是为修炼天舟超凡剑法。可都王这比只传剑法不传心法，连天佑都不传，太他喵的自私了。今天见到老祖宗的护体罡气，我才懂什么是武道极境，这也是我师父一生追求的境界。老祖宗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，是我们柳家的骄傲，也是所有子孙的追赶目标。哎，只恨我姓赵不姓柳啊！这小子竟绿了都主，还生下了卓天佑，布局了几十年，真是个人才。卖主求荣咒只有2小时效力，幸好柳涛用毒药蛊虫和投名状，死死拿捏住了赵老三，还是柳涛办事牢靠。祠堂外，卓天佑等了许久，只见赵老三和柳涛拉着手出来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又哭。赵老，你还好吧？好的不能再好了，天佑快进去祭拜老祖宗。卓天佑和刘美美走进祠堂，两人看到柳凡神位，棺材里的柳凡放出一丝七星灵魂威压。卓天佑脸色骤变，躬身行礼，刘美美扛不住威压，跪倒在地。祭天、祭地、祭老祖宗，只要完成这套动作，按柳家族规，就是卓天佑下嫁给美美，倒插门你懂吧？以后我们就是亲家了。那你们老祖宗也是我赵老三的老祖宗了吗？恭喜你答对了。我们老赵家真是攀高枝了，可惜这事还不能告诉天佑，得从长计议。都王府势力不一般，都王就这一个儿子，还是我的种，我们必须步步为营。祠堂内，卓天佑和刘美美祭拜老祖宗，柳家族人满心欢喜，唯有柳东东嫉妒发狂，死死盯着卓天佑。柳涛瞥向他，为了将都王府绑上柳家战车，可以牺牲柳东东，除非柳东东能凌驾天蝎城，否则资源整合是首要之事。今天只是祭拜老祖宗，卓天佑不一定能和美美在一起，你还有机会。我的机会在哪里？你已经打败卓天佑，取代了他天骄榜第3的位置，再进一步，等你的武功超越我，超越族长，机会自然就来了。机会自然就来了。感谢大长老金玉良言，东东懂了。柳东东回到自己的小院子，不知从哪抓来一只大公鸡。公鸡，给你东哥唱起来！我要闻鸡起舞，修炼变强，迎娶美美做新娘。哼！柳东东见公鸡无动于衷，冷笑一声，抓来一只母鸡就要烤了它。母鸡吓得咕咕叫，公鸡急得仰头长鸣。哼！谁也不能阻挡我变强的脚步，除非世界上的公鸡死绝了。柳大海虽不孝敬，但这碗毒鸡汤喂得好。柳东东主动发奋，是个好的开始。祠堂大院，卓天佑走出祠堂。柳家老祖宗当真可怕，先是千年仍有余威，令人震撼。莫非老祖宗又显灵了？看来都王府也得重新审视柳家了。来人，带少都主下去歇息。美美，今晚务必让少都主在柳家留宿，不得离开。刘美美点头，捏着一瓶迷香散转身离去。夜色渐深，祠堂院子里，柳家族人佩戴高剑，柳涛站在台阶上，目光扫视众人。1000年以前，老祖宗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现在我们衰败了，躲在混乱黑街，还被敌人攻击，这是耻辱。为了保命，我和长老们多次挖老祖宗的坟御敌，丢进了他的脸。他是柳家第1代推土机，现在老祖宗就在里面。我问你们，今晚要血洗黑街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手里的刀磨亮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刀也亮了。按计划行事，今夜之后，混乱黑街，柳家称王。行动开始，黑街夜间火光四起，杀戮声、惨叫声震动天蝎城。江湖客被惊醒后在山顶观望，只见现场刀光剑影，血流成河，一处庭院爆炸，2道人影从废墟打到天空，再撞进阁楼。大武宗气势席卷四方。没想到大武宗也参战了，混乱黑街太乱了。此时，一道光芒冲天而起，是一只拳头。大武宗气势弥漫，只见拳头突然加速，将另一位大武宗轰杀在虚空。此人是谁？这一拳太可怕了，我们都没把握接住。都王府占星阁督主遥望混乱黑街，目光一凝。体修功法，一拳大日。城主府望月楼，俊无双陪着城主瞭望厮杀，看到这一拳，城主身子一颤，准备一份厚礼，明天送去柳家。是。
这夜天蝎城无眠，柳家族人在5位武宗带领下拼杀，柳二泉和赵老三正与黑龙堂老堂主死战。老堂主是老牌成名大武宗，防御极强，3人胜负难分。柳二泉杀伤力不足，难伤对方，没了大武宗支援，柳家节节败退。要么请求族长支援，要么把老祖宗从棺材里扒出来，用他灭了这群敌人。此言一出，不少族人响应，他们不知柳涛是大武宗，只盼老祖宗的护体罡气扫敌。不行，老祖宗是柳家传承之源，若有损伤，才是天大的祸事。狗屁大祸！族人都死光了，留着老祖宗有什么用？双方争执不下，有族人急忙奔回柳家，向院子里的柳涛禀报战况。柳涛又惊又怒，没想到2名大武宗加上5名武宗，竟会陷入困境。棺材里的柳凡听到消息，立刻消耗5000孝敬值，将灵魂力提升到9星宗师境，感知力覆盖1000米范围，看清战局。敌人虽多，但实力不强。柳家族人修为更高，还有5位武宗，只要稳住士气，胜利近在咫尺。是怯战情绪在作祟。本祖当年号称推土机，从不知害怕2字。你们这群不孝子，一场街斗就怂了。老祖宗之怒，悍不畏死咒。去！柳凡耗尽孝敬值兑换咒术，街道上畏缩后退的柳家族人身子一震，热流从脚底板贯穿全身，直冲脑门，气质大变，变得凶狠泛红光。兄弟们，给我冲！兄弟们，砍死他！你们干什么？想找死吗？快回来！哈哈哈！刀剑戳进身体的感觉真爽。刀剑如肉声，此起彼伏，族人身死千人，挥刀砍敌，吓退敌人。柳大海和长老们奋力冲杀，敌人节节败退，战局逆转。天亮后，厮杀停止，柳家连根拔起敌对势力，江湖客进入混乱黑街，见遍地尸体，房屋倒塌，一根长枪钉着带大武宗气息的尸体。这是黑龙堂老堂主，入大武宗10多年，竟死得这么惨。这时，一名幸存的黑龙堂弟子从废墟爬出，放声大哭：“是柳家，他们丧心病狂，血洗黑街，还有都王府的赵老三一起围攻我们堂主，太不要脸了！柳家竟有大武宗，还和都王府勾结。昨天少都主可是在柳家留宿了。”众人发现灵猴宗分舵，剑王宗别院遭袭击，弟子全灭，房屋被焚，浓烟未散。柳家和都王府太变态了，连猴子都不放过。军务双带黑衣骑士赶来，被血腥场面震惊，下令城卫军搬运尸体，清理街道防瘟疫。听到关于都王府的议论，他心中一凛，即刻禀报城主府。不久后，军务双带众里前往混乱黑街，敲响柳家大门。柳家祠堂大院，柳涛站在台阶上，身旁是柳二泉、柳大海等长老，下面是昨夜参战的族人，他们大多数带伤，身上血迹斑斑。四长老，你在天之灵看看，我们为你报仇了。柳涛来到柳凡神位前跪下：“老祖宗，之前不孝子孙多次借您的肉身御敌挡灾，让您丢脸了。终于在昨晚，柳家儿女雄起扬刀，血洗了整个混乱黑街。凡是与柳家作对的，统统送去见了太奶。老祖宗，我们给您长脸了，您在天有灵，请放声效，大声唱吧。”祭拜完老祖，柳涛又来到门口。相信大家还记得，昨夜战斗时，咱们本来处于劣势，可突然脚底板涌现的热流让大家悍不畏死。正是这份勇气让我们赢了胜仗，一定是老祖宗显灵了。这肯定是老祖宗显灵了，只有老祖宗才有这样的伟力。恭喜宿主，孝敬值急剧提升。昨夜损耗的孝敬值这么快就回本了，甚至还有盈余。可柳家族人本就不多，以后继续这样冲杀消耗，以后谁来祭拜我？啥时候才能复活走出棺材啊？不行，得让柳家组建自己的军队，招募一些炮灰才行。经此一役，可见我们柳家的战斗能力有多差。若非昨夜老祖宗显灵，赋予你们悍不畏死的勇气，今天能站在这里的又有几人？说完，柳涛转身又是一跪。再次感谢老祖宗在天显灵。丁，柳涛祭拜了你，孝敬值加5000。就喜欢你这种动不动就祭拜老祖宗的子孙。我们是柳家后人，是推土机传承者，是强大的体修，不能事事依赖老祖宗。所以六长老提出的重建柳家镰刀军提案，从今天开始启动。族人们哗然，满脸兴奋憧憬。中了老奸巨华咒的柳涛，越来越懂本老祖的心思了。柳涛与长老们商议组建镰刀军，柳涛直接拨给柳六海1万两白银。黑色镰刀，收割众生命，护佑家族，不忘老祖宗，
忠诚勇武，名传四方城。柳六海任镰刀军大统领，挑选核心班底，武林招兵。柳大海安抚战死和受伤的族人。柳二全收复混乱黑街残余势力，给二把手下毒控制。柳二海、柳三海、柳五海清算抢夺的财物，送入柳家库房。报告族长，军无双带了重礼来拜访。客厅内，军无双与柳涛谈风花雪月，气氛融洽。可临走时，话锋一转，城主大人说，希望柳家与都王府不要走得太近，免得引火烧身。别忘了都王府的死对头天王府。请转告城主，柳家多谢好意，我们会小心的。哼！军无双脸色骤冷，闪身离去。都王府与天王府敌对几百年，城主府怕平衡被打破，再起杀戮。可赵老三绿了老都主，昨天又是他儿子，这步棋太好了，我舍不得放手。只要控制住赵老三，未来都王府就是柳家的。后院房间内，赵老三已清醒，迈住求龙咒失效。他终于想起自己昨日干的混账事，我竟然背叛了都王府，还把最大的秘密当投名状写给柳涛。我昨天真是傻逼了，真是见鬼了！我一走进那个祠堂，就他喵的不对劲了。房间里，赵老三失魂落魄，头疼焦虑。江湖险恶，没想到我这老江湖也有走背运的时候。就在这时，柳涛端着参汤走进来，放在赵老三面前。可以谈谈吗？赵老三怒视着柳涛，一言不发。真的不能谈谈吗？赵老三不语。173、37弟、56、95。这是欧阳月儿的身高和3倍，你无耻！这组数字可是你亲手量出来的，比起你来，我算什么？嘿嘿，放眼整个江湖，谁敢量老都主女人的尺寸？唯有我赵老三。赵兄，现在可以谈谈了吗？可以，把门关了，咱们深入交流一下。太阳高悬时，柳家院外陆续来了许多江湖客，几个老头子窥探着柳家大院。怎么还不见柳美美？江湖客本为柳家3天前传遍天蝎城的比武招亲而来，经昨夜一战，更多人想的是探探柳家底细。柳家要打理混乱黑街，肯定会招门客，这是个机会。锣声响起，柳六海带着柳东东正式开始招收炮灰。嘿嘿，鄙人不才，柳家第6长老柳六海是也。为何迟迟不见柳美美？抱歉，你们来晚了。都王府少都主看上我们家美美了。这是柳涛的吩咐，要将柳家与都王府捆绑，比武招亲是幌子，真正的目的是吸引无根基的江湖高手，收为镰刀军的炮灰。柳家果然早与都王府合作了，联姻是早有预谋，柳家不简单啊！老祖宗，求你给我一张能把男人说怀孕的嘴。这还不简单？老祖宗之爱，无敌嘴子咒，去！柳六海开始不受控制的说话，带着奇异的魔力。诸位江湖朋友、老少爷儿们，感谢百忙之中来参加比武招亲。我代表柳家，代表美美，向大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和问候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武功精进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他想停下，但嘴巴却说个不停。院外的江湖客都惊呆了。老祖宗当年究竟是怎么练的？把男人说怀孕的是什么境界？我怂了，求您住手！哼，这点能耐都没有，还想招镰刀军？柳六海继续说话，眼神暗示柳东东赶紧招人。柳东东读懂了，招呼族人摆好桌子登记。我们报名，姓名、年龄、出生地、武功境界依次填写。500人报名，2个秃顶老头子显露化龙境武宗契机，震慑全场。柳东东为他们登记。承诺引荐给族长。柳六海嘴巴喷血，跪倒在地，嘴仍在不停地说：“柳长老，请出嘴吧，我们一定效忠柳家，绝不背叛。”不是我不想听，是老祖宗不让了。院子门口，柳东东登记完所有名单后，柳六海一颤，蹬直双腿晕了过去。六长老太拼了，我这闻鸡起舞，跟他比差太远了。嘿嘿，我的乖子孙。老祖宗以后会多疼疼你的。逼迫。柳东东目送族人抬走柳六海，转身组织众人学习柳家祖规。镰刀军纲领核心是老祖宗传，该书记载柳家先祖故事，98%篇章讲述的是第1代老祖柳凡的英雄伟绩。有江湖客不识字，感到茫然。第1章第1回，第1代老祖宗的逼格。柳家历史悠久，千年岁月带走遗憾，掩埋真相。第1代老祖宗柳凡，逼格之高如天上太阳，万丈光辉永不朽，无量功德留人间。
哦，江湖客们听得如痴如醉。柳家老祖宗当真逼格无量，我等不及，差之如萤火与皓月。今天的族规学习就到这里，回去每人写一篇心得体会，主题是歌颂老祖宗，明天一早交上来。啊！众江湖客顿感不满，柳东东挥手示意族人发放银钱，江湖客这才喜笑颜开。这是月钱，大家收好了。族长说了，柳家今日就扩建，会建镰刀军公寓、功法阁，供大家休息选秘籍，每人量身定制黑色燕尾服，配备精良武器铠甲。柳家为镰刀军倾斜资源，包吃包住，餐餐有肉是标配。表现好的提升职级，还奖励神秘丹药哦。众人盯着柳东东，两个秃顶老江湖笃定柳家有提升武功的丹药，两人想混入柳家盗取丹药后逃走。众人散去，柳东东带两个秃顶老江湖进入祠堂，引荐给正在擦拭柳凡棺材的柳涛。在下张三，江湖人称黑手张，拜见柳族长。在下李四，江湖人称铁脚李，拜见柳族长。两人面带笑容，不卑不亢。黑手张的手上功夫，铁脚李的腿脚功夫，在江湖中都有名号。久仰大名，欢迎两位加入镰刀军。黑手张和铁脚李谦虚摆手，暗中观察柳涛。难道柳涛是大武宗？柳涛吩咐柳东东照料二人。黑手张和铁脚李感谢后，看了柳涛一眼，跟着柳东东离去。祠堂阴影里，柳二拳走了出来。如何？这两人可信吗？老油条子，不可信。那我给他们喂药，7日断肠散，3天夺魂丹，都来一些。妥。柳二拳转身离去。柳涛看着他的背影。柳涛手段老练，柳二拳进步很大。作为柳家第2个大武宗，举足轻重，得给他加个咒术。让我想想，该给柳二拳什么样的加持呢？下午，赵老三带昨天又向柳涛告辞，准备返回都王府。柳涛悄悄塞给他一本秘籍，这是柳家传承1000年的一阳指，希望能帮到你。这本一阳只有柳涛根据老祖宗功法编写。赵老三眼睛一亮，有此秘籍，老都王必然会慎重考虑与柳家结盟，我会力促两家利益联姻，若联姻失败，就扶持卓天佑上位，到时候都王府和宝藏都属于柳家。好，等你好消息。一旁，刘美美与卓天佑道别，刘美美拿出一缕头发递给卓天佑，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海誓山盟永不变心。卓天佑表面深情，内心却是冰冷无比。昨夜刘美美与他同房，下迷魂药，撕乱头发，自要伤痕装亲密，哭闹着要负责。等我回到都王府，就让父亲发兵灭了柳家，把你卖到红楼去。卓天佑扫过赵老三等人，警惕他叛变柳家。今早赵老三撮合他与刘美美，不停夸赞柳家，让他心生恨意。赵老，我们走吧。柳涛挥手送别，刘美美梨花带雨奔跑相送。天佑哥哥，美美会想你的。卓天佑挤出眼泪，转身离去，转头时眼神变化，赵老三捕捉到，心中一惊。少督主，回家前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。回去再说。是关于你娘和我的故事。卓天佑脸色一变，看了赵老三一眼，转身走进客栈，赵老三紧随其后。柳家大门外，刘美美回来，全无不舍。美美越来越聪明了，演技也越来越高了。男人嘛，都是大猪蹄子，给点好处就乐得找不到北。女孩子家该学好，别整天坑蒙拐骗。刘二拳望着天空，悠然一叹。江湖险恶，女人越来越会套路，像小小娘亲那样的女人再也找不到了。众人沉默。刘二拳的媳妇生刘小小是难产离世，是柳家公认的好媳妇。柳涛看着柳二拳一个人仰头喝闷酒。二拳，跟我去拜拜老祖宗吧，让他在天之灵开导你。柳涛拉着醉酒的柳二拳走进祠堂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有什么心里话就说给老祖宗听，他很灵验的。说完，柳涛转身离去，将柳二拳独自留在祠堂。柳凡在棺材中睁眼，看向跪坐蒲团的柳二拳。老祖宗，子孙柳二拳，请您喝百年女儿红，您老喝好。今天看到美美和卓天佑，我就想到了我和小小他娘，当年我俩和其恩爱，走路都要手拉手。她喜欢吃桂花糕和手抓饼，半夜还偷吃麻辣条。她就是个吃货，却是我这辈子的挚爱。老祖宗，族谱记载您感情之路坎坷，曾说女人是老虎，可对我而言，女人是春天里的花，小小她的娘是最美的那朵。棺材里的柳凡思绪飘渺，1000年前的往事早已久远。我武功高，又长得帅，所以情债累累，无数女人拼命追我。已婚的为我出家当尼姑，我常年闭关闭扰，却让无数女人相思成疾，跳河白头。我死的时候，愿意陪葬的女人排到天蝎城外，
可这次复活怎么一个都没看到？他们都死哪儿去了？和谁埋在一块了？会议厅内，柳涛见各位长老已经到齐，当即召开家族高层会议。家族扩建由柳大海负责，务必入冬前完工。是，领命。镰刀军招收交给柳六海，入冬前招满3000人，并训练成军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刘五海负责镰刀军武器配备、住宿福利和功法阁筹建，全力配合柳六海做好后勤。闲暇时和柳二全商量，除了养猪，还能养蟒蛇、老虎、狮子等等，这些野兽气血充足。咱们柳家是体修，必须把气血补上来。养猛兽，族长脑回路也太清奇了吧！明天交一份可行性报告，不得拖延。好的，族长。族人取经和人定计划由柳二海负责，下发硬指标张贴出来，每个族人今年冬天至少再生3个崽儿，生不够扣月钱。明白。柳二全监管混乱黑街，所需人员从镰刀军调配，务必牢牢掌控黑街，打下的江山不能丢。好，放心吧。族长，我也要为柳家出力，给我分派任务吧。柳家如今钱财不缺，唯独缺少情报，多次被敌人打上门才知危险。1000年前，老祖宗建立了2支武装，黑色镰刀军主杀法，暗影军负责暗杀、打探消息和刺探情报。柳三海长老，你有没有信心为柳家重建暗影军？暗影军是阴影里的杀手，我一个喜欢在阳光下掏耳屎的阳光男人，没经验又没技能，还容易宿命，幸福生活还没开始就要完犊子了。族长，我……柳大海眼睛一瞪，眼神示意。启禀族长，柳三海保证完成任务。今天的会议很重要，任务务必努力完成，做得好可酌情多安排小妾，做不好女人的毛都没一根。明天早晨，每个人带可行性报告来祠堂集合，当着老祖宗的面立军令状。柳涛越来越有气魄了，对柳家的发展有长远规划，用不了多久，柳家定会有新的气象。众人离去，柳凡放出灵魂感知周遭，运转四阳炼体诀，五劲流转，血肉替换，腐朽之气变淡。左手中指发麻发烫，穴位形成能量漩涡。嘿嘿，难道左手中指要复苏了？他立马运转功法冲刺穴位，刺激血肉转化。啪的一声，左手中指关节突然移动，血脉瞬间畅通，恢复了知觉。中指终于可以动了。他运转五劲蓄力中指，指尖绽放光芒，正是传说中的一阳指。这一指如今虽能爆发导弹般威力，足以灭了混乱黑街，但比起当年，实力还是下滑太多。想当年我这一指出去，半个天蝎城都会沦为人间地狱。只要柳家壮大，族人增多，孝敬值攒够，我迟早能全身复苏，而不仅仅只是一根手指。夜色降临，众人皆已入睡。突然，祠堂院门被推开，柳大海带柳三海悄悄走来，贼眉鼠眼四处张望，手里提着布袋子。这2个家伙大半夜来干什么？是来祭拜我，还是想让我开小灶？祠堂院子里，柳三海负责放哨，柳大海把麻袋里的树叶均匀撒在地上。有人进来，树叶会响动；人踩是沙，沙沙；风吹是沙沙沙，声音不一样的。牛批啊！没想到大长老还是个细节怪。人撒完树叶后，偷偷溜进了祠堂。确定族长闭关了吗？我们真要把老祖宗炼制成战斗傀儡，族长知道了怎么办？确定。过几天暴风雨来，神秘天舟会搁浅天蝎岛，到时候无数高手抢宝物，武道圣地也会出手。族长他们太过迂腐，如果不借老祖宗的力，柳家会错失大机缘。快动手！两人揭开棺材盖，丝毫不祭拜。这2个没心没肺的子孙，眼里根本没我这个老祖宗。快把镇尸符贴在老祖宗额头3寸。柳三海偷偷把沾尸符纸贴在柳凡脑门，柳凡武劲涌动，灵魂震荡，祠堂油灯闪烁，威压降临。怎么回事？别怕，只是湿气，把黑驴蹄子塞进老祖宗嘴里。太大了，塞不进去。掰开嘴硬塞。这样不好吧？这可是老祖宗。哼，还好没硬塞，不然你们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两人把柳凡搬到神位面前，准备炼制。
我这战斗傀儡秘术是从赶尸派掌门那买的，成功后能发挥尸体生前60%力量。老祖宗是体修老祖，60%力量也能扫平一切敌。嘿嘿，到时候神秘天舟的宝物就都是我们的。神秘天舟机缘不小，上次的玉佩获得鬼绘之推演出4阳炼体诀，还复苏了中指。第8套广播体操也来自天舟，解决了灵魂枯竭危机，可以搏一搏，反正有中指保底。祠堂内，柳三海两人轮流炼制，柳凡压制护体罡气，两人累得冒汗，仅练完一条手臂。老祖宗肉身太强了，没一个月练不完。不行，明天族长来摸老祖宗会察觉，血炼大法。柳大海拍向心口，喷出鲜血，运转武劲，鲜血化作雾气笼罩他柳凡。你疯了！血炼老祖宗，他若出事，你会遭劫。柳大海不理会，继续炼体，顿感气血虚弱。柳三海见状，也拍向胸口，喷血落在柳凡身上。与柳大海一起炼制，两人炼制速度大增，可是很快武劲耗尽，先后昏迷倒在柳凡身前。哼，真是废柴！我都全力配合了，还练不完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练自己吧。做你们的老祖宗真是心累。柳凡立马用前世炼制之法，五金牵引二人气血，炼制自身，掌控了控制权。三人身上红芒闪烁，血脉共鸣。柳凡如若受到伤害，二人成倍承受。天光大亮，公鸡打鸣，柳大海和柳三海这才醒过来。老祖宗呢？怎么样了？柳三海凑近棺材，惊叫一声：“看，快看，我们把老祖宗祭炼成功了！”我试试看，给我起。柳凡配合，接着柳大海力量从棺材站起，但瞬间耗尽了柳大海的武劲。只见他扑通一声倒地，却十分兴奋：“哈哈，我们真的把老祖宗炼制成战斗傀儡了！我也来试试！”卧倒。嘿嘿，我也能控制老祖宗了。但当两人再次尝试控制时，柳凡却毫无反应。哼，配合你们是给面子，本老祖宗不想动，你们休想操控分毫。肯定是炼制时出了差错，导致老祖宗容易失灵。没关系，以后多操练，熟能生巧。哈哈，聪明。两人刚合上棺材板，柳涛就走了进来，吓得两人立马跪下，假装祭拜老祖。大长老和三长老今天来的真早。老祖宗几次显灵护佑柳家，来早一点祭拜是应该的。对呀对呀，这是我们这些子孙应该做的。哼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头顶连半点孝敬值都没有。没错，老祖宗是柳家的宝，一定要伺候好，没事多来拜拜。漫漫长夜，老祖宗一个人寂寞，未来1个月，我俩来给老祖宗守夜，还能谨防盗贼。好，准了。只要天天守夜，迟早能操控自如。天色大亮，祠堂院子里，长老持可行性报告赶来。柳大海和柳三海掏出自己的报告，当着老祖宗的面宣读报告，立军令状，按手印。大长老先来。我要把柳家建成都王府般豪华，修3座堡垒屯军1000人拱卫，祠堂修成9层石塔，下设9阶祭台，将老祖宗神位立在第9层，镇压柳家1000年气运，请老祖宗见证，子孙柳大海一定完成任务。这老小子虽然爱吹，但9层石塔俯瞰天蝎城，本老祖也能住豪宅了。可惜他光说不做，得给个警示。柳凡释放灵魂威压，祠堂院子里突然起风，甚至大地都有些晃动。老祖宗显灵了，肯定是新为大长老建石塔，才有所回应。柳凡见他头顶依旧没有孝敬值，心念一动，老祖宗之怒，言出必行咒，去。柳大海身子一颤，心里突生自责悔恨，然后放声大哭。他喵的，我真不是个东西，说过的话没有一件算数，我就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。说完，柳大海继续放声痛哭，吓坏众人。大长老怎么了？走火入魔了吗？柳二拳走近，掌心贴在柳大海肩膀，气息温和，没有走火入魔。莫非是坏事做的太多，良心发现了？这话一出，众人看向柳二海，若有所思。大长老有什么事就说出来，别在心里折磨自己。我忽然醒悟，
做人要言出必行，不能空话连篇。想想以前的自己，太丢人了，承诺过的事一件都没兑现。柳涛惊愕望着柳大海，其他长老也满脸震惊，没想到平时嘴硬的柳大海会突然醒悟，肯定是老祖宗显灵了。咱们的老祖宗未免也太灵验了吧！柳大海的突然魔怔，让后续长老宣读可行性报告时，个个认真严肃，并保证完成任务。以后家族高层会议或许都该在老祖宗祠堂召开。会议结束后，柳涛搬出柳幡，抚摸其肉身，感悟体修功法。没想到摸到了风行步。柳家族谱早有记载，风行步是高深轻功，修成后可借风而行，轻盈无声。柳涛向柳幡躬身行礼。丁，柳涛祭拜了你，孝敬直加1000。柳涛越来越合格了，武功高强，而且话少神秘，威严又让人信服。柳涛离去后修炼风行步，在神秘玉佩加持下，3日便已经入门，不但行走无声，而且速度极快。1个多月后，大穴柳家扩建了3倍，3座堡垒拱卫大院，新建祖宗塔作为祠堂。柳幡的棺材和神位置于9层塔顶，每层都有柳家高手坐镇。柳东东守护第9层，可触摸柳幡感悟功法。柳东东已经达于越境巅峰，准备尝试冲击化龙技。这小子身上有我当年的影子，气质也越来越像了。族长，我摸了老祖宗多次，可惜都没摸到风行步。老祖宗的功法不容于口，也不容于笔，我无法传给你，编撰出来也效果大打折扣，只能靠你自己的机缘，有空多摸几次老祖宗，定会摸到适合你的轻功。感谢族长栽培。柳涛转身跪拜柳幡，柳大海在言出必行咒加持下说到做到，将祠堂修得如同皇宫，每层占地数百平米。老祖宗躺在这里，想必也很舒服吧？大雪中，一个妙龄女子在混乱黑街行走，江湖客吹口哨。如今的黑街不同往日，整日有镰刀军巡逻，秩序井然，茶楼酒色满座，无人打斗。这混乱黑街果然真的姓柳了。师傅猜测没错，柳家藏得深，体修传承没断绝。女子奉师命出山调查柳家，街道拐角处，镰刀军第3小队队长杨守安带着6名手下巡逻。他1个月抓了113个潜伏密探，获得鹰舍勋章，从大头兵升到了小队长。大首领说了，再立一功就引荐我见族长，求取柳家体修功法。杨守安命令手下分散行动，自己登上飞鹤楼顶层临窗扫视人群。天色渐暗，大雪再起，行人收摊，街道冷清，只剩酒楼内喧哗。看来今天要无功而返了。身后酒楼小厮端茶敬候，不敢出声。杨守安忽然转头，神情肃穆：“杨队长，请用茶。”杨守安凝视小厮，接过茶碗，低头清嗅碗壁。玫瑰花的香味。杨爷，求您别告诉掌柜，我就是去红楼找相好的而已。哼，别装了，活死人派，血玫瑰。我只是和师姐接头时握了下手，没想到竟被杨守安闻到了气味。雕虫小技。掩护撤退，其他人跟我上，杀了杨狗。刀剑声响起，杨守安跃出窗户，射出信号筒，光芒炸开，镰刀军围拢而来，围住酒楼，弓弩齐举瞄准，杀一个不留。剑雨呼啸而出，酒楼内惨叫成片。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随后他带着几个手下，沿着雪地里的玫瑰香追踪，突然在一处院子门口停住。什么人？很快，杨守安走出了院子，身后2个手下架着一个妙龄女子。只见女子的嘴巴被破布堵住。抓了条大鱼，可惜死了2个兄弟。活死人派的人来调查柳家，大首领想必会感兴趣的，希望能用他的脑袋换我们兄弟一场荣华富贵。大首领最重承诺，一定不会亏待队长。怜香惜玉，我的字典里从没有这个词。柳东东在祖宗塔9层塔顶盘膝修炼，柳涛和柳六海在祠堂祭拜柳幡。柳六海作揖鞠躬：“老祖宗，请保佑子孙摸到镰刀功法。镰刀军已过1000人，没有专属功法，就不是真正的镰刀军。”柳六海请示柳涛，希望触摸柳幡肉身，能摸到镰刀功法。这门功法是当年从镰刀门抢夺的，并非老祖原创。镰刀功法需使用圆月弯刀，月光下威力更强。传说修炼到后期会与月亮产生神力关联，强者能控制弱者，
精神意志不强者还会走火入魔，沦为杀戮工具，更像是魔道功法。如今柳刘海渴求此功，让柳涛颇为顾虑。六长老，上手摸吧。嘿嘿。柳刘海再次跪拜柳凡，随后探手抚摸柳凡的背，直至香炉里的香快燃尽才罢手。如何？没摸到镰刀功法，但是摸到了风行步。恭喜，你也能修炼这门轻功了。终于能在手下面前装逼了，可始终摸不到镰刀功法，难道是我机缘不够？柳涛无从劝慰。这时9层石塔外传来禀报：大首领、族长、杨队长抓到一名活死人派的探子。活死人派族谱记载，老祖宗当年有个女人好强斗武，不服体修之法，于是创建了活死人派，每10年相约比武一次，可比武13次，他从未赢过，为创圣法熬白了头。老祖宗临终前故意输他一招，他喜极而亡。这么说来，活死人派与柳家是亲戚？非也，他死后，活死人派来到柳家头上，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那此次他们为何而来？我也不知。柳涛和柳刘海转身下楼，前往柳家地牢。地牢中，穿红衣的妙龄女子被绑在架子上，嘴被破布塞住，身上有鞭痕和血迹。杨守恩手持皮鞭正在拷问女子，旁边还有烧红的烙铁。属下杨守安，参见大首领，参见族长。起来吧，听说是你抓到的人，还灭了酒楼的街头据点。属下不敢贪功，诸多兄弟参与了行动，还有2位兄弟殉职。杨守安立马运转五金震荡眼眶，瞬间眼红落泪。族长，这就是我提过的杨守安，鼻子灵美，立功赫赫，抓了100余名探子奸细，江湖人称杨狗。杨狗这名字可不好听，倒像柳家养的一条狗。这肯定是柳涛的考验，稍有一心便会粉身碎骨。汪！柳家永远是我的主人，我杨守安就是柳家的一条狗，愿为主人终生效命。若主人愿意，我愿改名柳阳狗，今生今世做柳家养的一条狗。柳阳狗，好名字，名字不错。嘿嘿，我舔对了，升职加薪和功法奖励指日可待。我堂堂活死人派的核心弟子，竟被柳家的一条狗抓住，传出去定会沦为笑柄。地牢内，柳涛和柳刘还审问活死人派女子，女子只冷笑不语。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想办法撬开他的嘴，问清活死人派为何调查柳家。是，族长。此事办妥，我收你为义子，入柳家族谱。好的，爸爸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柳涛和柳刘还走远，杨守安走进地牢，望着女子露出残忍笑容。棺材内，柳凡的感知笼罩牢房。杨守安很有狗腿子潜力，柳家发展离不开这样的人。族长为何要收杨守安为义子？他丢了尊严，无底线，狠辣奸诈，是把利刃，不刚好适合暗影军吗？由三海负责的暗影军迟迟没有进展，族长怕是想让杨守安取而代之。柳三海烂泥扶不上墙，若杨守安能用，就让他管理暗影军，让柳三海去喂猪，但还得看他表现，之后带他祭拜老祖宗，忠诚与否，老祖宗面前瞒不住。夜色中大雪纷飞，柳二海冒着大雪半夜检查族人夜生活，甚至还不忘督促夜夜都要努力加油，今年冬天一定要怀上崽子啊！自从柳二海当上了月老，柳家贫穷后财力为所有族人娶媳妇纳妾，而且他每晚亲自督促。二长老以前懒散，如今真勤快。是啊，二长老是好人。柳六海想起二海给自己找的小妾，急匆匆回了小院。看给这家伙猴急的。柳涛家中有柳美美，二海找的女人都被他赶走，只能在雪地里修炼风行步。与此同时，祠堂内，柳大海和柳三海前来操练老祖，却被守在里面的柳东东拦住。祭拜老祖宗可以，但是不能开棺。哼，我们自然是来祭拜的。听说柳美美都和昨天又约会去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守夜？柳东东面色微变，但瞬间就恢复了冷静。东东，担心美美就去找她，我们可以帮你守夜。柳美美虽美，却没老祖宗好。我已经决定，这辈子就做守夜人，守护老祖宗不离不弃。这才是我的好子孙，为了我舍弃爱情，太伟大了。柳大海和柳三海蹙眉，佯装祭拜后郁闷离去。
下次族会得建议改守夜方式，不能让东东一直守着，不然我们就没办法操练老祖了。是啊，这孩子该出去和天骄争斗，天天守祠堂都快成活死人了。柳大海二人走后，柳东东呆呆地看着棺材，目露痴迷。老祖宗，东东为了摸你，都舍弃柳美美了，求您保佑我多摸几套绝妙功法吧。柳东东每次触摸柳凡，柳凡都会控制功法传承并隐匿部分内容，引导柳东东心境，带动武功境界。第二天，柳家演武场围满了人，热闹非凡。只见柳六海大笑着走来，还挽着一位年轻镰刀军小队长。镰刀军杨守安，你大攻破贼迹，今日拜族长为义父，各位来观礼。众人都惊呆了，开始打量杨守安，不少族人皱眉。此人长了复返骨相，族长为何要收他做义子？柳东东赶来，杨守安认出他是柳家天才。东哥你好。柳东东点头不语。柳六海向族人介绍杨守安的功劳，众人惊讶，对他印象改观。全市大首领指挥得当，运筹帷幄，我才有机会立功劳。柳六海对杨守安的马屁甚是满意。不久后，柳大海、柳三海、柳五海陆续到场，柳二全闭关。柳二海因月老失误未到。族长是大武宗，而且长老们都是武宗，族人气息也强劲，柳家绝不简单啊！柳大海走上前，宣布仪式开始，请族谱。两个族人抬紫檀木盒子上台，打开后露出烫金柳氏族谱。杨守安眼睛放光，这就是柳氏族谱吗？从今往后，我杨守安的名字也会写在上面。杨守安今日入柳氏族谱，改名柳阳狗，你可有异议？我无异议。入柳氏族谱，自成外族，子孙皆姓柳，杨氏香火断绝，你可有异议？我无异议。清明不祭杨氏先祖，只拜柳氏老祖宗，你可有异议？我无异议。现在用一句话表示加入柳家的决心。曾经有一份真正的机缘摆在我面前，我却未珍惜，失去后才后悔莫及。如今柳家给我机会，我必好好珍惜，拥护柳氏家族10000万年。族人纷纷点头，柳桃和长老们也颔首微笑。算你过关。柳大海抬头看向9层祖宗塔，柳家千年传承不灭，全靠第一代老祖宗庇佑。从即刻起，杨守安改名柳阳狗，入柳氏族谱，受老祖宗庇佑。杨守安运转五金震荡鼻眼，泪水满面。柳六海上前扶起他。柳阳狗今日拜族长柳涛为义父。族人们纷纷道贺。杨守安跪在柳涛面前，爸爸，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好爸爸了。好好努力，你是最棒的。柳涛递上一个长盒子，打开后是一把无鞘弯刀。刀无鞘，不藏锋。义父是在教我做事要杀伐果断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义父手里的刀，义父指向哪里，我就杀向哪里。去功法阁挑一门刀法吧。嘿嘿，柳家的神秘丹药和体修功法，我一定要弄到手。族人散去，柳大海带着柳三海找到柳涛。柳阳狗是难得的人才，适合暗影军，能否让他辅助3长老管理暗影军？他太会做戏，真假难辨。明天我带他祭拜老祖宗，召开高层会议再决定。柳涛转身向祖宗塔走去。9层祠堂内，柳六海正与柳东东说话，见柳涛进来，面色严肃。柳东东识趣走开。据杨守安消息，活死人派想盗走老祖宗遗体，与他们老祖合葬，开启宝藏。消息已证实，他们的高手已潜入柳家。老祖宗遗体上有体修传承，绝不能出事，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，必须主动出击。办法只有一个，唯有杀戮，派柳二全去活死人派，把他们老祖的骨灰扬了，杀个血流成河，断了他们的念想。消息来自杨守安，他真的可靠吗？明天带他来祠堂，在老祖宗神位面前，一切魑魅魍魉都会原形毕露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柳家演武场，很多族人在此打坐修炼，裸着上身，丝毫不畏惧严寒。修炼时气血旺盛，杨守安赶来，见此心神震动。这就是体修吗？太变态了吧！杨守安为了融入，找了人多的地方修炼，然后故意出错。哎呀！我来教你，这弯刀劈砍要沉腰发力。修炼精要在于气血贯通，你跟着我吐纳试试。杨守安听得很认真，然后故作恍然大悟，撩动族人兴致。柳阳狗，好好练，我们看好你。多谢各位兄弟指点。
杨守安博取族人好感后，拿出功法阁的穿肠剔骨刀功法开始研究。这刀法凶险狠辣，弯刀是天外经田所铸，锋芒能斩断雪花，却极难控制。义父为何自我此弯刀？我明明不弯啊！这刀形如镰刀，用着太凶险了。杨守安从劈砍、撩拨等基础修炼穿肠剔骨刀，沉浸其中，族人对他认可度加深。天色已暗，杨守安吃完柳家血食晚饭后，大汗淋漓，气血沸腾，武功瞬间精进一丝。柳家横扫混乱黑界后，果然肥得流油，天天这么吃，武功想不长都难。柳阳狗，族长让你去祠堂祭拜老祖宗。嘿嘿，重头戏来了。好的，小姑奶奶，狗儿马上就去。杨守安冲回房间，取出一个葫芦，里面是醒神丹，能预防迷药，提神醒脑。柳涛对我太好了，像只老狐狸，不得不防了。我走一步看三步，绝不打没把握的仗。风雪中，杨守安走向演武场方向的9层祖宗塔，他越走越心惊，他感受到很多强劲的气息。上峰推断果然没错，柳家祠堂定有秘密，否则戒备不会如此森严。杨守安抵达第9层，柳涛和柳六海已经在此等候多时。柳阳狗参见义父，参见大首领。一路辛苦，来，我给你介绍，这就是我们柳家第1代老祖宗。杨守安抬头审看中央有神主牌位，上面写着顾显老祖体修之祖柳凡之神位。这就是目标。随后杨守安看向神龛后面的棺材，这里面躺着的，莫非就是我们柳家的老祖宗？是的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柳家第1代老祖。杨守安心中一颤，瞬间嚎啕大哭。老祖宗啊，我终于见到您老人家了！从进镰刀居那天起，我就听闻您的辉煌事迹，创体修之法，推演人体灵气大周天运行律，横推天下如推土机。今天能得见老祖宗，我死而无憾。若有来世，我愿是奉在您左右，做牛做狗都愿意。杨守安边哭边说，棺材里柳凡被哭醒，睁眼打量杨守安。他记入了柳氏族谱，便是半个柳家人，半个子孙。我愿培养上进的族人，但眼睛里也揉不得沙子。祠堂内，杨守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柳涛和柳六海都惊呆了。这样有孝心的孩子，会是奸细吗？让他哭，看他能哭多久。柳六海点头，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杨守安哭。杨守安因为武劲过猛，真的眼睛都出血了。你看，这孩子都哭出血了，肯定不是奸细。乖孩子，别哭了，去给老祖宗磕头祭拜吧。这安慰来的也太他喵的迟了吧！杨守安停止哭泣，朝着柳凡神位跪下，然后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。怎么样？我就说我没看错人吧？我柳六海眼睫毛都是空的，他绝对不是奸细。老祖宗，请显灵告知，杨守安是不是奸细？棺材内，柳凡盯着杨守安头顶，只见突然飘出负800的孝敬值。哼，果然是奸细。我倒要看看是哪方势力派来的戏精。老祖宗之怒，明人不说暗话咒。去！突然，杨守安身子一颤，然后站了起来。明人不说暗话，二位站直了，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各位请站直了，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。族长，这台词耳熟啊！陆家奸细柳超就是这么开头的，然后他就见太奶了。临死前还说做人要赤诚相待。有什么秘密尽管说。长期以来，大首领自以为很了解我，但你根本不了解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现在就交个实底。杨守安走出祠堂，站在阳台望着飞雪。我是活死人派掌门的弟子，来这儿是为了盗取老祖宗的遗体。为了混入柳家，我加入了镰刀军，在门派的帮助下破案，引起你们的关注。再借着牺牲的妻子，很快就成功来到族长面前。现在又看到了目标柳凡老祖宗，计划太顺利了。完成任务，我就能向掌门提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爱上了掌门师尊，盗走遗体后，我就向他求婚。江湖传闻他都50多岁了，你怎么下得去口？明人不说暗话，娶了她就能掌控活死人派，3000漂亮女弟子都是我的后宫，任我夜夜翻牌，而且女人越老越有味道。柳涛和柳六海彻底呆滞，棺材内柳凡也张大了吃瓜的嘴。这还真是个人才啊，野心极大，为达目标不择手段，杀了可惜，还是留着为柳家所用吧。老祖宗之怒，明人不说暗话咒，散；老祖宗之爱，甘为鹰犬咒。去。族长，50多岁的女人真的很美妙吗？到底美妙在哪里？这不是武道困惑，我答不出，你有空可以自己试试。
连50多岁老女人都能下口的人，太可怕了，绝不能留。柳涛掌心挥去舞剑，准备送杨守安去见太奶。突然，杨守安身子一震，目光狂热，甘为鹰犬咒发作。嘿嘿，好戏开始了。杨守安转身对着柳涛跪了下来。义父，果儿知错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全心全意为柳家效命，做柳家的鹰犬，请义父饶我一命。柳涛愣住，但掌心舞剑仍在涌动。让他说完，兴许是老祖宗显灵暗示什么，你别冲动。有道理。当着老祖宗的面说说你为何要效忠柳家，我不信你舍得放弃那个50多岁的老女人，毕竟你说她越老越有味道。杨守安眼眶泛红，抽噎着说起自己的故事。我今年30了，懵懵懂懂扎进中年人行列，已而立之年，江湖却没我的名声，爱上大我20岁的女人，被逼得丢自尊前夫，还被小辈女弟子讥笑，不知路在何方。杨守安陡然抬头，目光变得狠辣。武林凶险，江湖无情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甘为鹰犬，替柳家杀戮四方，请义父成全。等我取了活死人派掌门，掌控了门派，活死人派就是柳家的助力。这股力量将是争夺神秘天州宝物的利剑。说的好听，但我不信你。柳涛从怀里拿出3枚丹药，杨守安一咬牙，全部吞下。其实我一直信你，不然也不会收你为义子。义父之恩无以为报，等拿下掌门，义父若是喜欢，我愿意随时献出。别拿这个考验干部，这是腐败。活死人派老祖与我们老祖宗当年爱恨交织，对付他们怀柔为上策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兴杀戮。老祖宗定不愿看到我们与他当年的相好门徒打打杀杀。杨守安和柳六海点头赞同。柳涛这小子越来越贴心了，快成我的贴心小棉袄了。1000年前我作画时，用北韩玄冰做了寒冰棺，本想自己用，却被那个女人骗走了。她说死后要与我合葬，可这一世醒来，既没见寒冰棺，也没见她的尸体。她的徒子徒孙现在要到我遗体开宝藏，莫非其中有关联？义父，活死人派想到老祖宗遗体，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到了他们的宝藏。我听掌门说，宝藏里可能有老祖宗的体修功法，还有他们老祖的传承。柳涛和柳六海身躯一震，随后眼中冒出金光。族谱记载，老祖宗当年是万人迷，活死人派老祖爱他爱得死去活来，以比武为名，天天勾引他，以此推断宝藏里有体修功法的可能性极大。当年我摔得惊天动地，他被我迷得神魂颠倒，月圆之夜给我下药，强行与我发生关系后，偷走了镰刀功等秘籍，尸身之痛1000年难消，果然是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啊！立刻通知各位长老，召开家族高层会议，牵扯到老祖宗的事，就是柳家的大事，必须上会讨论。柳家6位长老应召而来，神态各异。杨守安见到柳家高层，目光尊敬。柳家是真的强，6位长老逼格之高，生平仅见，尤其是柳二泉长老，大武宗气息深不可测。柳涛轻咳2声，会正式开始。柳大海、柳二海、柳五海、柳二泉，你们按时完成任务，工作能力和态度值得肯定，各奖励2000两白银。4位长老顿时欢喜不已，唯有柳三海愁眉苦脸，耷拉着脑袋，他没完成任务，错失奖励。重点表扬6长老柳六海。6长老工作负责，做事认真。如今镰刀军已扩建到3000人马，还招来了黑手章、铁脚里2位老江湖。族人说，招兵时你为说服江湖客，说到吐血倒地，抽搐昏迷。柳大海等人满脸震惊。你以为我想吗？这都是老祖宗逼的。过去1个月，镰刀军抓捕探子312人，平判13次暴乱，打压街头势力上千次，为柳家统治混乱黑街打下坚实基础，做得好就有中奖。柳五海走出，拿出3000两银票，放在柳六海面前。恭喜6长老。柳六海接过银票，柳二海随即上前，递上一本厚厚的美女画册，上面共有3000多人。这上面的女人都是真实存在的，6长老选一个，我帮你说媒。啊！柳大海等人红了眼，急忙看向柳涛。柳家啥时候有这福利了？为啥我们没有？这是隐形福利，只发给做的最好的人。柳六海手指颤抖地翻着画册，不时发出惊呼：哇，这个18岁丹凤眼还是雏儿呀？这个这么小能行吗？我华夫克夫相不能要。走，牛翠翠虽丑，却是贤妻良母型。柳二海等人看得龇牙咧嘴。哼
3席内选完，别在老祖宗面前丢人。柳六海慌了神，想起杨少安的话，越老的女人越有味道，立马就拿定了主意。我决定了，就选她了。你确定吗？马芳芳，53岁，马家湾家主，爱吃红辣椒和大蒜，性格暴躁，30年不洗澡，希望找一个同样不爱洗澡的男人共度余生。其余人惊得说不出话。杨守安真是有毒啊，把这怪癖传给了六长老。我选的这个很差吗？以我的经验，这女人味道绝对妙，只可惜年龄有点小，53岁还小，小了点。早知道就选60岁的王彩凤了。刘二海等人见状，都以为他后悔没选年轻漂亮的。包在我身上了，最多1个月，我帮你说定这门亲事，让你抱得美人归。祠堂里，柳六海难掩笑意，对柳二海满心感激。嘿嘿，大首领这次绝对赚大发了。继续会议，按影军建设事关柳家发展，不能拖延。3长老柳三海进度缓慢，让我很失望。即日起，柳三海下放养殖场，和柳大全一起养猪，按影军事务交接给柳养狗，由他负责。柳三海无力点头。柳养狗接过暗影统领腰牌，按影军由我直接调配，你向我汇报，如有差错，严惩不贷。活死人派有1位大武宗太上长老，还有8位武宗，掌门也是武宗，3000多女弟子精通合击之术。太上长老常年闭关，我们行动迅速，便可不惊动他。随后，杨守安拿出一张地图，正是活死人派的防御图，并指出一条秘密路线。这条路人迹罕至，只有樵夫知晓，能避开岗哨，神不知鬼不觉潜入。大家畅所欲言，献计献策，成功盗取宝藏，拿回老祖宗的体修功法后，皆有重赏。2长老的画策，到时候让大家都选一次。柳大海等人眼睛放光，祠堂里讨论热烈。子孙们群策群力，有条有理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一炷香后，行动方案敲定。此次行动由柳二全负责，柳大海、柳二海、柳三海配合，柳六海选300镰刀军经营，按柳养狗路线提前潜入，备一副棺材。柳东东化妆成老祖宗躺在里面。今夜子时，柳养狗盗走棺材，被发现后假意逃窜。柳养狗逃出后，对接天先成活死人派高手。柳东东混入门派做内应，带上暴雨梨花针，身份暴露就射。子时出发，秘密行动，不可泄露。是，领命。这是柳家统治混乱黑阶后的第一次大型行动，还事关老祖宗的体修功法。我建议带上老祖宗的牌位，老祖宗很灵验，有他保佑，我们必能逢凶化吉，旗开得胜。只是带牌位，问题不大，那就带上。老祖宗确实灵验的吓人，每次祭拜都觉得有双眼睛在暗中盯着我。老祖宗已被我们炼制成战斗傀儡，哪来的灵验？大家跟我一起祭拜老祖宗，动他的牌位，得打个招呼。柳涛带领众人祭拜，随后取下牌位，交给柳六海，把老祖宗抱好，别摔了。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会议结束，众人散去准备。柳无海和柳东东被柳涛单独留下。消息来自杨守安，他背叛活死人派，但仍需防备他是棋子。他称老祖宗与活死人派老祖合葬，能开宝藏，潜入后务必核实真假。若活死人派故意让他投敌，行动凶多吉少，需防备声东击西。刘无海传话赵老3代高手潜伏祠堂4周。柳东东，你的处境最险，多带些涂了见血封喉毒药的暴雨梨花针，情况不对就射。是，族长。两人离去行动，祠堂内只剩柳涛，他对着柳凡棺材跪下，请老祖宗保佑，此次行动大获全胜。丁，柳涛祭拜了你，小径直加3000。放心吧，我的乖子孙，老祖宗会保佑你们的。